男子重生在08年高考考场，口袋里还揣着一部2026年的手机。然而此时的他还在蒙圈地看着周围。高考铃声响起，所有人都奋笔疾书。当听力考试的广播声响起时，他才反应过来自己重生了。上辈子正是这场考试，英语仅考40分，错时985，只上了个2本土木专业，人生急转直下。现在我重生了，一切还来得及。夏冬睁开眼，听力没听完就选出答案，阅读一目十行，精准定位，提前1小时完成所有题目，包括作文、毕业。仔细涂完答题卡，检查2遍，距离结束还有40分钟。上一世我可是个程序员，啃完了几百篇英文技术某课，能面不改色的在外网上和3哥对线。高考英语对现在的我来说洒水了。考试结束，铃声响起，夏冬刚要走向焦虑等待的父母，手插进口袋，却摸到一个冰冷坚硬的圆角矩形物体。这不是我在2026年的华瑶妹特9零脯肉，它怎么会在这里？夏冬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按亮手机，锁屏显示2026年6月7日，信号栏标注无服务，指纹解锁后，绿泡泡、某付宝等 app 全部断网失效，手机成了高级板砖。但他注意到右下角的国产 AI 应用豆包，怀着侥幸点开。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夏冬颤抖着输入2008年7月某色球开奖号码，联网查询失败。夏冬换了个问法，输入总结2008年国际国内大事件。2008年重要事件： 1. 南方严重雨雪冰冻灾害； 2. 5月12号某川大地震； 3. 8月京都奥运会开幕； 4. 9月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断网状态下，只要不触发网络搜索障碍，就能调用本地存储的知识。这是一个藏着未来海量信息的超级大脑啊！小东，这轮夏冬快步走了过去，将手机不动声色地塞回口袋。爸妈，考完了，感觉怎么样？还行，正常发挥。那就好，那就好。考完了就别想了，回家吧，你妈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排骨汤。回家的路上，他们聊着家长里短，夏冬的心思却不在这上面。上一世父母经营小型玩具代工厂，靠外贸订单为生，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悄然而至，外贸订单断崖式下跌。为了给工人发工资，为了偿还银行的贷款，他们变卖了家里的车子，抵押了房子，但最终还是没能撑过去。爸，最近厂里生意怎么样？夏建国的背影明显僵了一下。挺好的呀，你问这个干嘛？你现在是学生，唯一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夏冬没有再追问，回到家，狼吞虎咽地吃完了2大碗饭。饭后，他借口累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再次点开豆包。假设穿越回2008年，父母的出口玩具代工厂因金融危机即将破产，该如何破局？可从3方面破局： 1. 外贸转内销； 2. 拥抱互联网，开网店。2008年电商处于爆发前夜，竞争小。3. 注册自主品牌，设计特色玩具推广。某宝2字让夏冬眼前一亮，他走出房间，看到客厅里父母正愁眉不展，电视播放着奥运会倒计时新闻。爸妈，我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什么事啊？这么严肃？关于厂里的事。你听谁说什么了？我猜的，最近几个月你们回来的越来越晚，饭气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刚刚吃饭的时候，我看到我爸的手机响了好几次，他都挂掉了，应该是催款电话吧。周云芳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小东，你别瞎想，没事的，有爸妈在呢。妈，我已经18岁了，是成年人了，家里的事我也有权利知道，也应该承担一份责任。爸妈，我们为什么不试试在网上卖东西呢？网上怎么卖东西？骗人的吧？不是骗人的，现在有一个网站叫某宝网，就像一个网上的大集市，我们可以在上面开个店，把咱们厂里的玩具照片放上去，全国各地的人都能看到。如果他们喜欢，就可以直接在网上下单，我们给他寄过去就行了。开店要钱吗？开店本身是免费的，而且我们也不用租门面，也不用雇销售员，成本很低。那别人怎么给我们钱？他要是不给钱，我们货寄出去了怎么办？这个您放心，某宝网有一个叫某付宝的东西，就跟一个中间人一样，买家先把钱打给某付宝，某付宝收到钱通知我们发货，买家收到货确认没问题了，再通知某付宝，某付宝才把钱给我们，这样对买卖双方都有保障。可是我们也不会弄啊，那个什么某宝怎么开店，怎么把照片放上去？我来弄，高考完了，我正好有时间，电脑操作我熟，你们只要负责把玩具拍照，然后打包发货就行，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好，就按你说的试试，反正情况也不能更糟了。夏冬详细讲解了网店计划，从选品、定价到客服话术，说得头头是道，让父母从怀疑变成震撼。帮父母解决燃眉之急后，夏冬开始规划自己的第一桶金。他再次点开豆包，明确排除彩票等需要精确未来信息的方案。假设我是一个2026年穿越到2008年的程序员，高中毕业，本金少，没人脉，如何快速赚第一桶金？推荐项目：奥运信息聚合导航网站。背景：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全民关注奥运相关信息将产生巨大流量。对啊，2008年夏天最大的风口不就是奥运会吗？和豆包聊到深夜，夏冬发现手机电量一直都是100%，他又调亮屏幕，打开手电筒折腾半小时，电量依旧纹丝不动。看来以后不用担心充电的问题了。第二天一早，夏冬就去找正在客厅吃早饭的父母。爸妈，今天我想去咱们家的厂里看看。去厂里干什么？那里又乱又脏的，你好不容易考完试，在家好好休息就是了。就是想去看看咱们积压的那些货到底是什么样的，还剩下多少原材料，也想了解一下厂里的设备。行。玩具厂在市郊，是一个独立的院子，几排低矮的厂房。车子开进去的时候，夏冬看到院子里零零散散的站着几个工人。夏冬跟着父母走进了仓库，一进门他就被眼前的景象给镇住了。巨大的仓库里堆满了半人高的纸箱，一直码到了天花板附近，只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这么多？这还只是一部分，都是给那家美丽国公司备的货。结果金融危机一来，那边直接说不要了，定金都赔给我们了。可我们这货……夏冬走上前，打开一个纸箱，他拿出一个机器人，掂了掂。
这质量很不错啊。那当然，当时为了接这个单子，我下了血本，换了2台帝国进口的注塑机，厂里的张师傅技术也是最好的。张师傅，张伟明，咱们厂的技术总负责，跟你爸差不多大，是个技术痴，一天到晚就知道摆弄那些机器。正说着，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从仓库深处走了出来。他看到夏建国夫妇，只是木讷的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老张，这是我儿子夏冬，刚高考完。张叔叔，这些玩具在国内应该不太好卖吧？审美不一样。夏冬心里有了计较，他找了个要去上厕所借口，然后一个人溜达到了厂房后面的一个角落。他掏出了手机，在输入框里打下了一行字：帮我分析一下，从2008年之后几年，国内市场最受欢迎的玩具类型是什么？根据历史数据分析，此期间内，急盲盒、手办、潮玩属性于一体的 Q 版小摆件，在年轻消费群体中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看到这些，夏冬的眼睛亮了。你能帮我生成一些 PU 版摆件的设计图吗？当然可以，请描述您想要生成的设计图的具体概念。我想要一套摆件，主题是一只胖胖的猫，在做各种运动，比如举重、跑步、做瑜伽，风格要又萌又努力，让人看了就想笑的那种。图像生成中，请稍后。1分钟后，4张胖橘猫运动图出现在屏幕上，举杠铃龇牙咧嘴的，跑步机上挥汗的，瑜伽拧成麻花的，戴拳击手套斗志昂扬的。绝了，这又菜又爱玩的反差感，绝对能爆！豆包，按这个风格再生成2套不同运动的。看着手机里10几张精美设计图，夏冬知道第一步稳了。可如何把2026年的图片传到2008年父亲那台老旧电脑上？他收起手机，回到了仓库。爸，厂里有电脑吗？我想上网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玩具设计，找点灵感。电脑，我办公室里倒是有台旧的，平时用来记账，慢的要死。能用就行。豆包 ，Type-C 接口手机传图到只有 USB-A 的旧电脑，无网无数据线，有办法吗？方案1，蓝牙传输无需设备，速度慢。方案2， SD 卡中转需适配设备。方案3，拆机读取风险极高。夏冬果断排除拆机和 SD 卡方案，在父亲办公室的旧电脑上找到了蓝牙图标，配对成功后，他选中设计图开始发送。3.5兆文件，传输速度5.2 KB 每秒，预计9分48秒，这比拨号上网还慢。10分钟后，电脑发出清脆的提示音，文件传输完成。夏冬深吸一口气，朝门外喊道：爸妈，你们过来一下，张叔也麻烦你过来一趟。3个人一前一后走进了夏建国那间狭小又杂乱的办公室。东东，你叫我们来干嘛？夏冬侧过身，让开了位置，伸手指了指屏幕。你们看这个。3人的目光瞬间被吸引到了那台老旧的显示器上，屏幕上是10几张色彩鲜艳的卡通设计图。周云芳的眼睛越睁越大，下意识地往前走了2步，几乎要贴到屏幕上。哎呀，这是什么？也太可爱了吧！张伟明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夏建国，整个人趴在了电脑桌前。这线条，这结构，这动态感，浑然天成，简直是浑然天成啊！儿子，这东西你从哪儿找来的？我在一个国外的设计网站上看到的，觉得挺有意思，就下载下来了。国外的网站？哪个网站？是免费的吗？会不会有版权问题？爸，你放心，我查过了，这是一个个人设计师分享的创意概念图，没有注册版权，我们可以用。真的？那可太好了！建国，你看，这要是做成玩具，肯定好卖，比仓库里那些美国人喜欢的玩意儿强多了。老张，你看这个东西，我们的机器做得出来吗？做得出来，肯定做得出来。老板，你放心，这设计看起来复杂，但结构很巧妙，重心分配合理，非常适合注塑成型。只要模具开得好，绝对没问题。给我2天，我2天之内就能把模具的初步方案拿出来。好，老张，这件事就交给你了。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好嘞，老板，我先去把那台精密注塑机再调试一下，他好久没干这么精细的活儿了，得给他热热身。他一边跑一边喊着，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门口。这猫也太招人喜欢了，叫什么名字好呢？妈，我已经想好名字了，就叫胖橘系列。胖橘，也行，挺贴切的。张伟明的效率远比他承诺的还要高。当天下午，他手里捧着一个东西，冲进了夏建国的办公室。老板，老板娘，夏冬，你们快来看！夏冬和父母立刻围了上去。只见张伟明的手心里躺着一只巴掌大小的橘黄色胖猫，像，真是太像了，就是感觉没有图上那么光滑。小姐，这只是试模件，用的还是旧料，很多细节都没调整。等正式的模具出来，再用上咱们最好的 ABS 原料，我保证做出来的成品比图上还要精致。老张辛苦了。对，辛苦，一点都不辛苦，能做出这么有意思的东西，对记。夏冬注册某宝店铺花了一下午，老旧电脑的速度让他崩溃。时间就在这无尽的等待和旋转中，一点一点的流逝。办公室的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小东，天都黑了，该回家了。妈，爸，你们怎么来了？开始弄你那个网店了。刚注册好。好了，成功了就行，快跟我们回家吃饭吧。你看你一下午都坐在这里，眼睛都看坏了。回家的路上，开车的依然是夏建国。爸，咱们那个胖橘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大批量生产？产线需要重新调试，模具也要再精修一下。我今天下午已经让张师傅去办了，顺利的话，下周就可以试产一小批出来看看效果。如果试产没问题，那10几个款式，差不多1周后就能正式开始量产。那量产之后，我们一天的产能大概能有多少？3000个。如果后续产能提上来了，一天最多能做3000个。知道了，爸。回到家，刚放下书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喂，谁啊？夏冬，你终于出现了，你小子死哪去了？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你小子手机是不是坏了？可能没电了。考完了就玩失踪是吧？我还以为你被人绑架了呢。说正事，明天有什么安排？考完了 CS 魔兽搞起。行，明天几点在哪碰头？明天上午9点，就我们学校门口那个网吧，不见不散。
谁的电话啊？王鹏飞的，约我明天去网吧。你去网吧干什么？那里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你刚考完，应该好好休息。爸妈，我去网吧不是为了玩游戏，爸办公室那台电脑实在是太卡了，注册一个某宝店铺花了我1下午的时间，我后续还要上传商品图片，做店铺装修，用那台电脑根本没法做。网吧的电脑配置高，网速也快，我能节省很多时间。夏建国沉默了片刻，最终点了点头。去吧，但是不许玩游戏，不许通宵，晚上必须回家吃饭。好。第二天，夏冬在网吧直接充了300块办卡，开了3天2人包厢。东子，你小子发财了，包3天。夏冬没有解释，拉着还在发愣的王鹏飞走进了最里面的一个包厢。我说夏冬，感觉你今天不对劲啊，不会是考傻了吧？你才傻了，我爸妈玩具厂子因为金融危机，最近生意不好，我准备开个网店，帮他们卖玩具。啥？网店？就你还卖东西？你连砍价都不会。上次买双盗版篮球鞋，被老板多坑了20块钱，回来还美滋滋的。此一时彼一时，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呦，还整上词儿了，不跟你扯了。哥哥，我业务繁忙。夏冬登录某宝后台，简陋的界面让他忍不住吐槽。他悄悄拿出手机，向豆包求助，需要2008年风格但超越时代的某宝装修方案，简约大气，突出产品，符合当下浏览习惯。主色调建议低饱和蓝色，大图轮播展示产品，清晰导航栏，保留复古元素，已生成全套 HTML 和 CSS 代码。有了这代码，店铺装修直接降维打击。夏冬通过蓝牙把代码传到电脑上，开始调试改进。简陋编辑器又怎样？简约扁平化设计，在这个花哨网页泛滥的年代，反而能脱颖而出。1小时后，原本充满年代感的店铺页面脱胎换骨，白底蓝字的简洁店招，预留的宽屏轮播区，清晰的分类导航，干净的在2008年堪称异端。王鹏飞一局游戏结束，贴到屏幕后愣住，这是啥？你这个页面怎么啥都没有啊？这叫留白，一种艺术。艺术？可这也太简单了吧？跟医院官网似的，人家那些皇冠卖家的店，一进去划一下，金光闪闪的，还有音乐，还有个小姑娘飘来飘去，问你亲要点什么？相信我，鹏飞，这才是未来。行吧，不过你这店里空空如也，卖空气啊！别急，货在路上了。夏冬关掉店铺后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他喊来网管点了泡面，趁着等待间隙，悄悄拿出未来手机，向豆包下达新指令：帮我搭建奥运信息聚合网站，矩阵要4个不同风格模板，严肃新闻风、体育论坛风、娱乐八卦风、图片站风，需快速加载，承载大流量。收到指令，正在生成代码，正在打包发送。几秒钟后，4个压缩文件整整齐齐地出现在手机屏幕上。10分钟后，4个压缩包传输完成。夏冬解压配置好服务器，浏览器中瞬间加载出设计简洁的网页，奥运5环标志鲜艳夺目。王鹏飞再次凑过来，满脸惊奇：这啥玩意儿？你自己做的网站？瞎琢磨的，随便玩玩。你自己做的网站？这标题震惊！某国运动员赛前进沉迷，可以啊，兄弟，搞得跟真的一样。就这标题，我肯定点进去看啊。流量密码自古以来就没变过，你这从哪学的？教教我呗，回头我也给自己弄一个，专门放我的游戏机器。以后有机会的。东子，别弄了，走，吃饭去，我快饿死了。2人走出网吧吃快餐，邻桌3个女生正对着志愿填报手册发愁。萌萌，你到底想好没有啊？我其实挺喜欢计算机的，但是我们班主任说这专业不好找工作，是吃青春饭的，建议我报建筑专业，说毕业工作稳定，工资还高。听到计算机和建筑这2个词，夏冬咀嚼的动作不由得慢了下来。嘿，东子，跟咱们一样啊，也在筹报专业。你说，要是你这2个专业，你选哪个？计算机。声音不大，却让邻桌女生齐刷刷转头。赵萌犹豫片刻，主动走到他们桌前。同学你好，你为什么这么肯定的选计算机呢？没什么，一点个人看法而已。我能听听你的看法吗？我真的很纠结。建筑现在是热门，但任何行业有周期，等房子修够了，就会人才饱和，进入衰退期。但计算机是工具，未来买东西、看病、出行都要用，会像水电一样渗透生活。可计算机是青春饭，年纪大了会被淘汰吧？任何行业都吃青春饭，工地工人老了也搬不动砖，但计算机看重经验智慧，代码敲多了，能设计优雅系统，那不是淘汰，是升华。前提是你得一直学习，不断进步。谢谢你，我明白了。别客气，我也是瞎说的，你自己决定。不，你说的很有道理。说完，他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拿起笔在志愿表上用力地圈下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那一行。走吧，回去继续。2人走出快餐店，王鹏飞终于忍不住了。东子，你什么时候变成神棍了？刚才那套一套的，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的。你是不是早就看上那姑娘了，故意在她面前装？2人说说笑笑回到了网吧。王鹏飞一屁股坐回电脑前。东子，我上了，老规矩，有事喊我。夏冬转过身体挡住视线，再次掏出未来手机，他要为网站注入真正的灵魂，基于历史事实的神预测内容。请帮我整理2008年京都奥运会从开幕式到闭幕式所有项目的完整赛程表，建立2个内容分类文件夹。第一个命名为奥运权威眼，第2个命名为奥运八卦营为重点赛事，写专业前瞻分析，还要列出赛前不被看好的爆冷金牌选手，以黑马猜想为题写专题，基调是预测而非陈述。正在深度分析生成，几十篇文档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奥运权威眼的文件夹下。请列出2008年京都奥运会所有最终获得金牌，但在赛前不被主流媒体看好的爆冷运动员名单。随后，一个名单出现了：男子佩剑个人赛金牌重马，男子举重56公斤级金牌龙某全。以黑马猜想为系列标题，为以上每一位运动员撰写一篇专题分析文章，要求从他们
他们不起眼的历史战绩和技术特点中寻找可能的爆发点，用极具煽动性和迷惑性的语言将他们塑造成被埋没的天才。记住，文章的基调是预测，而不是陈述。忙完了奥运权威眼，夏冬感觉自己的太阳穴有些发胀，他决定换个脑子，开始填充第2个板块。奥运八卦营，请帮我搜集一下内容：篮球运动员姚某职业生涯最有趣的语录和故事，跳水皇后郭某某和霍某某的恋爱花絮，盘点历届奥运会上的各种乌龙事件、搞笑瞬间。一条条指令下去，一篇篇轻松有趣、充满了各种细节和猛料的文章，源源不断的被生成出来。专业内容树立权威，吸引核心粉丝；爆冷预测制造话题，八卦内容提升趣味性，三线并行，流量想不爆都难。时间就在这样的敲击、复制、粘贴、修改中一点点流逝。漂亮。夏冬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正满脸红光，显然是打赢了一局。东子，看啥呢？是不是被哥刚才的操作帅到了？你还在打游戏啊？废话，包了3天的机，不打游戏干嘛？对了，你一下午神神秘秘的在干嘛呢？打字打得噼里啪啦的，写小说啊？差不多吧，再给我家的网店写产品介绍。哦，那你继续写，我下一把要开了。夏冬伸了个懒腰，他将这些文章分门别类的上传到4个网站的后台，然后开始设置定时发布。他看了一眼窗外，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我先回去了啊，这才几点？我答应我妈回家吃晚饭的。知道了知道了，真啰嗦，反正包间到后天呢，你明天再来呗。明天见。他走后，王鹏飞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摘下耳机回头看了一眼那台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他完全看不懂的文件夹，切，搞得跟真的一样。第2天一早，他继续让豆包生成奥运新闻通稿，王鹏飞才睡醒，状态不佳，连输几局，烦躁的扔下鼠标。不玩了，没意思，你搞什么了？感觉这2天神神秘秘的。屏幕上是网站的后台，密密麻麻全是文章标题。夏冬，你这是写小说呢？做个网站赚点零花钱。王鹏飞来了兴趣，用鼠标点开一篇文章看了起来，文笔还行啊，跟真的一样。哪抄的？网上找的资料，自己整理的。王鹏飞一连看了好几篇，越看越起劲。东子，你这东西有点意思啊。哦，怎么说？你看这篇文章，100米飞人大战前瞻，写的是挺好，但太长了。王鹏飞指着屏幕，唾沫横飞。现在地人哪有耐心看这么长的文章？夏冬挑了挑眉，示意他继续说。你得把它拆开啊，你把它分成上、中、下3篇，今天发1篇，明天发1篇，后天再发1篇，这不就水了3天的内容了吗？还有，你得在结尾留个钩子，比如今天这篇封完，你在最后加一句，预知博某特最大对手究竟是谁，请听下回分解，这不就把人给勾住了吗？有点道理。还有吗？有啊，太多了。你这些文章标题也得改。怎么改？你看这个关于奥运期间交通管制的通知，太平淡了，谁看啊？你得改成注意，奥运期间京城这几个地方千万别去，否则后果自负，这不就有那味了吗？还有这个女子体操队小将邓某某介绍，改成年仅16岁，身高不足1.4米，他凭什么顶替程某出战奥运？还有这个夏冬静静的听着，心中对王鹏飞的评价又高了一层。这家伙天生就是吃营销这碗饭的料，如果上一世他没有在政客里混日子，而是早早接触互联网，说不定也能成为一方大佬。说完了，嘿嘿，我就是瞎说的。夏冬关掉网站后台，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我跟你说个正事。什么事？我做了4个网站，都是关于奥运信息的，新闻、论坛、图片、八卦等多个方向。我的计划是在奥运会开始前，把网站的内容填充起来，积累第一批用户，等到奥运会开始，靠着独家的信息和预测引爆流量，然后接广告赚钱。这能行吗？为什么不行？就靠这些文章？对，就靠这些文章。你想不想一起干？我连开关机都费劲。就是你刚才说的，改标题、拆分文章、设置悬念，把这些文章用最吸引人的方式发布出去。简单来说，就是想办法把人哄进来，再让他们留下来。天天打游戏有意思吗？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不比那些学习好的人差吗？只是没找到机会，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干！夏冬他将一个 U 盘扔给王鹏飞，这里面是1000多篇文章的文档，够你用一阵子的了。你先把这些内容熟悉一下，然后按照不同的类型分配到4个网站里去。后台的地址、账号和密码我都写在桌面了。怎么用后台？我刚才操作的时候，你应该也看会了，很简单，自己摸索一下。我不要求你马上做得多好，但一定要用心。王鹏飞拍着胸脯保证。夏冬在边上看了一会，发现王鹏飞上手很快，便放心离开。次日一早，夏冬回到网吧，发现王鹏飞把所有文章分类编辑好，定时发布列表排满1个多月，每篇文章的标题都按照他昨天指点江山的思路改得面目全非，充满了后世某 C 震惊部的味道。有的文章还被他很贴心的拆分成了上下2篇。这家伙倒真靠谱。夏冬坐下开始推进网站上线。2008年上线网站流程繁琐，但对他而言小菜一碟。他掏出未来手机求助豆包。豆包，我需要一个在2008年能够稳定、快速、低成本上线4个静态网站的方案。手机屏幕上几乎是瞬间就给出了方案，不到1个小时，他的4个奥运信息网站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这个时代的互联网上。豆包，我需要一份针对各大搜索引擎在2008年最有效的 SEO 优化方案。夏冬按照豆包的指示，对4个网站的代码和结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优化。转眼1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王鹏飞终于悠悠转醒。我靠，我怎么睡着了？你看看这个，屏幕上是一个简洁的数据统计后台，上面清晰地显示着4个网站的实时访客数、页面浏览量等核心数据。这是咱们的网站？刚上线的。以后你的工作除了更新内容，还要每天盯着这些数据，看用户喜欢什么就多发什么。王鹏飞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眼神里的兴奋却是掩饰不住的。就在这时，一阵突兀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夏冬拿出手机，走到包厢外，按下了接听键。喂，爸。东东，你现在在哪呢？我在网吧呢。怎么了？
么？样品出来了，第一批胖菊500个全都生产出来了。老张说简直完美。爸，你别急，我能不急吗？东西做出来了，下一步怎么办？你说的那个某宝要怎么弄？产品照片你不是说很重要吗？我们要不要找个专业的广告公司来拍？爸，照片的事你不用管了，我来找人拍。你找人拍？你找谁？我一个朋友很专业，你先把样品给我准备好，我现在就过去拿。挂掉电话，夏冬回到包厢，拿起自己的书包。鹏飞，我家里有点急事，要先回去一趟。网站后台的数据，你先自己研究一下，有什么不懂的，等我回来再说。行，你去吧，这里有我。夏冬不再多说，转身快步离开了网吧。夏冬，你小子简直是天才！我做一辈子玩具，从没做过这么有意思的。比我想象的好太多。张叔辛苦了，这些样品我带走拍照，用于网店上架。我们商量着定价15块一个，用透明盒包装，让客人调款式。不行，太普通了，我们用盲盒形式卖。夏冬看着3双求知若渴又充满疑惑的眼睛，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他的降维打击式科普。所谓盲盒，很简单，就是我们把这10款不同的胖菊放进一模一样的、完全不透明的盒子里。顾客来买的时候，他只能看到包装盒，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买到的盒子里装的到底是哪一款胖菊。只有等他付了钱，把盒子拆开的那一瞬间，他才能知道自己买到的是什么。胡闹，这简直是胡闹！夏冬，你是不是在网吧待久了，脑子都糊涂了？谁会花钱去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玩意儿？这不是骗人吗？万一客人拆开发现不是自己喜欢的款式，那他不是白花钱了？人家会觉得我们是奸商，要回来退货的。儿子，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让客人明明白白消费，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你这个听起来有点像赌的成分。是呀，小夏，这事儿听着有点悬。爸妈，张叔，你们先别急着否定。你们想，为什么有人喜欢买彩票？那能一样吗？彩票能中500万，性质是一样的，买的都不是商品本身，而是一个希望，一种期待感。我们卖盲盒，卖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玩具，我们卖的是一份未知的礼物。你们想，一个女孩子，她特别喜欢这一款，但是她买了2个，拆开都是打篮球的，她会怎么办？他会生气，再也不买了。不，她会更想要，因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或者她会和她的同学、朋友交换玩具，不再只是一个玩具，它成了一种社交货币，而且可以做隐藏款。10款里1款只生产100个，其他个1100个，隐藏款概率1%，能刺激大家收集、交换，让玩具变成社交货币。就像小浣熊水浒卡，有人买几百包面只为集卡。我们是满足人性，不是欺骗。这能行吗？这不诚心让人花冤枉钱吗？妈，这不是冤枉钱，这是收集的乐趣。干！爸妈，张叔，咱们这个胖菊系列一旦生产出来，就要立刻上架到某宝店里去上架，之后就不是摆着看那么简单了。会有人来问这个怎么卖，那个包不包邮，发什么快递，什么时候能到，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个人专门守在电脑前，一个一个的回答。这个人我们叫他客服。对，客户服务不仅要回答问题，还要处理订单、联系快递，甚至处理一些售后，这事儿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咱们店的口碑。那得找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和你爸打字都慢得很。爸，咱们厂里有没有那种电脑用的特别熟练、打字飞快的小年轻？倒是有个小伙子叫杜小年，去年刚来的，听说以前在县城的网吧当过2年网管，人挺老实的，不怎么爱说话，就是手脚麻利。爸，就他了，回头你跟他谈谈，问问他愿不愿意做这个，工资可以比现在高一点。爸，你先给我5000块钱，咱们得买台新的，配置要好一点，运行起来要快，不然订单一多，电脑死机了。我今天就去电脑城，把电脑、显示器、键盘、鼠标一套全配齐了。夏建国什么也没说，转身走进了办公室。过了没一会儿，他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旧信封走了出来。省着点花。知道了，爸，那我去了。夏冬打车来到电脑城，刚进门就被销售员包围。他径直上2楼 DIY 中继区，一个穿花衬衫、头发锃亮的商家王浩热情地将他拉到柜台。兄弟，预算多少？要啥配置？办公用，做网店，偶尔处理图片，预算5000以内，主机加显示器。给你配顶级的 CPU、主板、内存、硬盘、显卡还有显示器，全套下来，兄弟给你个内部价4988，怎么样？够意思吧？某腾15200和某某的内存没问题，坑在其他地方。老板，你这硬盘转速是多少的？这个都是标准的，7200转的，速度飞快。是吗？我怎么听说某杰这批320G 的货，有不少是5400转的清库存产品，专门供给你们装机商的？兄弟，你听谁瞎说的？怎么可能？某型主板是不错，但你给我配的这个型号，用的是 G31的芯片组吧 ？G31配5200，前端总线都跑不满，性能至少损失10%，你管这个叫顶级？还有这个显卡9500 GT， 听着挺唬人，性能比 DDR3 的版本差了可不止1点半点。最关键的是这个，老板，你连个具体型号都不写，是打算给我用哪个静音大师还是省电王？兄弟，你懂行啊？那你说要啥配置，我给你试驾。按我的要求重新配 ，CPU 不变，主板换 P43芯片组，硬盘要7200转正品，显卡换 DDR3 显存的9600 GT， 电源要长城静音大师额定350瓦，显示器不变，算个实价，这些额定功率也就250瓦的电源，你给我配这套机器，是想让我天天体验随机重启的乐趣吗？王浩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谢了，老板。说完，他转身就走，留下王浩一个人在原地。夏冬穿步过道，在一个冷清的偏柜前停下。柜台老板正专心清理 CPU 风扇灰尘，对喧嚣充耳不闻。老板，配电脑什么要求 ？CPU 15200，主板某家的 P43，内存是。夏冬一口气报完，中间没有丝毫停顿。你很懂啊，以前喜欢瞎琢磨。老板没再多问，拿起计算器，低头噼里啪啦的按了起来。最后他抬起头，报出一个数字：4850块，这是实价，1分钱不少。
不用找了，剩下的50帮我配个好点的键盘鼠标。行，我帮你装好系统测试稳定，明天给你送过去。麻烦了，这是厂里地址和我爸夏建国的电话。回到家里，夏冬从背包里取出10个胖橘样品摆在书桌，掏出2026年的华瑶 Mate 90 Pro， 必须把胖橘的呆萌和治愈感完美拍出来，才能吸引顾客。手机发出一声声虚拟快门声，拍完照片，夏冬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敲击起来，打开了那个熟悉的豆包应用。豆包，帮我把这些照片处理成某宝主图、详情页长图和店铺首页宣传海报，风格要温馨治愈，让人第一眼就想拥有，文案俏皮有网感，符合盲盒的神秘感和趣味性。收到指令，正在为您生成心动的感觉。半分钟后，处理完成的图片呈现在屏幕上。主图是胖橘从盒子探脑袋，配文猜猜我是谁。详情页将胖橘 P 进各种生活场景。宣传海报中央是问号，背景是10款胖橘模糊剪影，上方写着成年人的世界，需要一点小惊喜。夏冬满意一笑，收好样品直奔网吧。我靠，东子，你可算回来了！你再不来，我感觉我 CPU 都要烧了。怎么了？这是捡到钱了？比捡到钱刺激多了，你自己看。屏幕上的流量统计后台显示，4个网站总访问量10630。夏冬瞳孔微缩，虽有预料，但没想到流量来得这么快。怎么样，吓傻了吧？从下午你走了开始，这数据就跟疯了一样往上涨，我眼都没敢眨，就盯着它看。确实有点出乎意料。快，看看赚了多少钱！1万多的访问量啊，怎么这也得有好几百块了吧？夏冬在王鹏飞期待的目光中，慢悠悠地打开了一个新的网页，页面跳转，账户余额清晰地显示在屏幕中央，17.58元。哥，10日17块5毛8，不是吧？1万多的访问量就不到一个汉堡钱，你还想怎么样？这才第一天，我们网站上线才不到半天，可是也太少了吧？这只是开始，这才第一天，网站上线不到半天，现在是蓄力阶段，等奥运开幕，流量可能是10万、100万甚至1000万，到时候收益会超出你想象。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行吧。不行了，我顶不住了，盯着这破数据看了一下午，眼睛都快瞎了。我先趴会儿，你顶上，有什么情况记得叫我。说完，他摇摇晃晃地走过去，整个人啪的一声摔在沙发上，不到10秒钟就传来了轻微的鼾声。夏冬打开电脑蓝牙，将手机里胖橘的诞生文件传输到电脑。文件传输完成后，他解压图片，登录某宝账号，熟练填写宝贝信息。从网吧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透了。第二天，夏冬难得的起了个大早，醒了，不多睡会儿，这急忙的肯定没休息好。睡够了，今天不是要去厂里吗？我跟你们一块去。你去厂里干嘛？都是灰，好好在家待着。电脑城的人今天应该会把电脑送过去，我得去盯着装一下。另外，网店的事情也该提上日程了。行吧，那就一起去。吃过早饭，一家3口乘坐夏建国那辆半旧的桑塔纳，朝着郊区的工厂驶去。半小时后，桑塔纳在玩具厂的铁门前停下。夏建国拿出牛皮纸袋，里面是胖橘盲盒的样品纸盒，设计简洁童趣，封口用不干胶贴，撕开无法复原。这是我让隔壁印刷厂的老王家吉做的样品，怎么样？夏冬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很不错，比我想象的还好，尤其是这个封口，用了不干胶贴，一旦撕开就无法复原，杜绝了被人提前拆开的可能。这点门道我还是懂的。很快，电脑城商家将组装好的电脑送到办公室，确认无误后，夏冬让父亲叫来杜小年。小年哥，你以前当过网管，懂电脑，以后你就是我们网店的第一个客服。这是某宝聊天工具，顾客会通过这个联系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复。2008年网购物流慢，支付不方便，顾客耐心有限，回复快就成功了一半。我记住了，回复开头要用亲，比如亲，您好，欢迎光临玩具大王专卖店，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结尾加可爱表情，常见问题的答案提前编辑好存文档，用快捷回复节省时间。顾客犹豫就推荐盲盒的乐趣和隐藏款的稀有，买得多就送小赠品或某零头。1个小时后，夏冬停了下来，喝了口水。大概的要点就是这些，剩下的就靠你自己摸索了。有问题随时可以问我。杜小年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神里第一次有了光。送走了杜小年，周云芳才凑过来，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小东，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儿知道的？网吧里呗，现在网上什么没有？我天天在那些成功的网店论坛里看帖子，看多了，自然就懂了。你这孩子就知道瞎琢磨。爸，样品今天能开始生产了吗？今天就可以，我已经安排下去了。产能怎么样？刚开始，工人们手生，一天大概能做个几百个，等他们熟练了，流水线全开，一天5000个不成问题。夏冬打开某宝店铺后台，展示精心设计的商品页面，父母看得震惊不已。你打算卖多少钱一个？39。什么39？你抢钱啊！一个成本5块钱的塑料坨子，你敢卖39？谁会买？是啊，小东，39也太贵了，10几块钱还差不多。爸，我们卖的不是塑料坨子，我们卖的是惊喜，是潮流，是年轻人的社交货币。我们要走的是精品路线，不是地摊货。爸，你相信我，这个价格绝对没问题。行，我信你一次。夏冬设置好39元单价，10000库存，深吸一口气，按下了上架按钮，页面弹出绿色提示框，宝贝上架成功。5分钟过去，访客数和成交量都是0。夏建国和周云芳满脸担忧，突然聊天框的叮咚声响起，老板在吗？您好，欢迎光临玩具大王专卖，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你这个娃娃挺可爱的，就是有点贵，能便宜点不？东哥。跟他说，正品原创设计，环保材料，卖的是未知惊喜，已经是推广最低价，态度要客气但坚定。非常抱歉呢，咱们这个是设计师原创的胖橘系列，用料和做工都是最好的，而且盲盒的乐趣就在于打开瞬间的惊喜喽，已经是新品推广价了，不能再优惠了呢。发完之后，4个人又一次陷入了漫长的等待。
哎，我就说39块钱一个，太贵了，人家谁会买啊？这成本才多少钱？咱们卖这个价是有点。就在周云芳准备继续劝说夏冬降价的时候，一个机械的女声突然响起：“你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订单是订单，真的卖出去了。建国，你快看！好。众人还没从狂喜中缓过神，聊天框再次叮咚作响。老板，你这个娃娃是随机发的吗？我想要那个打哈欠的，能给我挑一个吗？东哥，不行，规矩破了就没法玩了。盲盒核心是未知和随机，跟他说，说不定能抽到喜欢的。庆，咱们这个是盲盒玩法哦，里面的款式都是未知的，这样拆开的时候才会有惊喜感呀。万一就抽到了您最喜欢的那款呢？啊，这样啊，好吧，那我不要了，我就喜欢那一个。看到这条消息，刚刚还兴高采烈的周云芳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哎呀，这怎么又不要了呢？小东，要不就答应他吧，咱们库房里不是有样品吗？给他挑一个发过去不就行了？妈，不行，规矩一旦破了，后面就没法玩了。盲盒的核心就是未知和随机，如果我们开了这个口子，那它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玩具，39块钱就没人会买了。别管它，等下一个。杜小年点了点头，周云芳急得不行，在旁边走来走去。然而，就在他们以为这单生意彻底黄了的时候，算了，我赌一把，老板给我来3个，希望能抽中打哈欠的，保佑我。你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3个，他买了3个。我懂了，这玩意儿就跟咱们小时候抽奖画片一样，你越是不知道是啥，就越想买。接下来的一上午，后台的提示音和订单提示音此起彼伏，杜小年应付得越来越从容。夏建国和周云芳当起了啦啦队。中午12点，夏冬查看订单数据。东哥，我们卖了多少？今日已付款订单29，售出商品34个，34乘以39，1326块。这玩意儿比印钱还快。不行，我得去做饭。今天加菜，我去外面买点蔬菜，再炒2个热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必须吃顿好的。夏冬看着母亲轻快的背影，心里泛起一阵暖意。夏冬打开某度搜索快递公司。2008年快递费高昂，他需要找到性价比高的合作方。他先点开了某峰的官网，找到了他们的客服电话。喂，你好，某峰。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快递价格，发全国，某宝卖家，量大。江南首重15续重8，其他地区是8到30。你要是一天发1000单，我们老板把公司送你都行。夏冬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没有气馁，又拨通了第2家某通的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是个大姐。阿姨，咨询某宝件价格，全国1公斤内小件，量大。某宝啊，现在搞某宝的年轻人士多，我们支持的呀。这样，全国大部分地区，我们给你算8块一单，怎么样？够意思吧？阿姨，还能再便宜点吗？我刚起步，成本压力大。小伙子，做生意不能光看眼前，我们某通网点多，速度快，服务好，你用了就知道，1分价钱1分货。拉扯了10几分钟，最后大姐给了一个底价，7块5，不能再低了，再低我要自己往里贴钱了。行，阿姨，我考虑一下，谢谢您。他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一家名为某汇的快递公司上。你好，某宝卖家，全国1公斤内小件，咨询价格。某宝卖家活动价，全国统一6块，量大的话需要客户经理面谈。我这边一天能稳定100单以上，地址是 XX 玩具厂，我叫夏冬。好的，夏先生，经理1小时内到。挂了电话，夏冬长舒了一口气，他转头看去，发现夏建国和张伟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儿子，你在干嘛？爸，我在联系快递，你看咱们的货要发出去，得找快递公司合作。大约1个小时后，工厂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请问哪位是夏冬先生？我就是。您好，夏先生，我是某汇快递的客户经理，我叫李霞。李经理，你好。爸妈，这是某汇快递的李经理，来跟我们谈合作的。李经理，这是我父亲，也是这家工厂的老板夏建国。夏老板，您好，您好。你好，你好。几人进了办公室，那台老旧的风扇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李霞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合同范本，放在桌上。夏先生，电话里我们业务员也跟您说了，针对某宝客户，我们目前是全国统一价6元。夏冬没有立刻接话，而是将那份合同拿起来，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李经理，6块是你们的普遍优惠价，对吧？是的，对于刚起步的某宝卖家来说，这个价格非常有诚意了。但我不是刚起步的卖家。夏冬将电脑屏幕转了个方向，展示到李霞面前。屏幕上是他们玩具大王专卖的店铺后台，那个鲜红的代表已付款订单的数字，赫然显示着78。夏先生，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们要谈的不是普通卖家的价格，而是大客户的价格。我预估我们店铺每天的发货量会稳定在200单以上，甚至更高。对于这样体量的客户，6块的价格恐怕就没什么诚意了。那夏先生，您的心理价位是4块。不可能，夏先生，您这是在开玩笑，4块钱我们连成本都覆盖不了。李经理，别激动，我们来算一笔账，我日供200单，你收件成本大降，商品小而精，运输成本摊薄，更关键是我能给稳定增长的单量，今200，下月500，年底上千我等于完成你季度甚至半年 KPI， 牺牲点前期利润锁大客户，这笔买卖划算吗？4块真的做不到，这是我的底线了，我们公司有规定的。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李经理，我知道你有权限，这样吧，我也不让你为难，5块，首月我们按5块钱一单结算，如果1个月后我的日均订单量能稳定在200单以上，
下一个月开始价格自动降到4块5，如果日均能到500单，就降到4块。这是一个对赌协议，也是我的诚意，你觉得呢？李霞的大脑在飞速运转，良久，他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好，夏先生，就按你说的办，我回去就跟公司申请签补充协议。合同签完，李霞风风火火的走了。他一走，夏建国就好奇的把抓住夏冬的胳膊。儿子，你这是跟谁学的？爸，商业谈判吗？上网看看，琢磨琢磨就会了。没发烧啊，我儿子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就在这时，杜小年从外面冲了进来，脸上是见了鬼一样的表情。夏哥又爆单了，一下午又卖出去150多个。办公室里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快递员很快就来了，打包工作随即展开。夏建国、周云芳、张伟林，甚至连夏冬都亲自上阵。几个人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写得手腕发酸，眼冒金星。这地址也太复杂了，眼睛都看花了。突然，周云芳懊恼地叫了一声，把一张快递单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咋了？把地址门牌号的6写成8了，又废一张。等一下，都别写了，不写了，客户还等着发货呢。小东，你别胡闹，订单这么多，不写单怎么发货？手写太慢还容易出错。今天300单能应付，明天800单，后天1000单呢，就算不吃不喝也写不完。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得用电脑来处理。电脑怎么处理？这快递单子还能从电脑里钻出来不成？爸，你忘了我们今天签的合同了吗？夏冬摸出老旧的诺基亚手机，翻找出李霞的名片。你要给那个李经理打电话。妈，我们现在是甲方，我们付钱，他们提供服务，这天经地义。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通了。喂，您好，某汇通快递李霞。李经理，你好，我是夏冬。哦，是夏老板啊，夏老板，恭喜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系统后台的揽收预报，你们店铺的单量增长得非常惊人啊。确实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一下李经理。我们现在的订单量上来了，但是手写快递单的效率太低，而且错误率很高。我想问一下，贵公司有没有提供一种就是能够通过电脑批量打印快递单的服务？有，当然有。我们针对大客户有专属终端软件，导出某宝订单 Excel 导入软件就能一键生成打印。太好了，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打印机我们自己买吗？不用，明天一早9点我亲自带技术人员上门装软件调试。打印机我们免费提供，耗材也包，只要你保证1年内用我们的快递服务就行。那麻烦李经理了。不麻烦，为优质客户服务是我们的荣幸。明天厂里见。整个小小的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夏建国、周云芳、杜小年3个人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夏冬。儿子，刚才那个李经理说明天要带人来给我们装会打印的机器。不仅装机器，还免费送1台打印机给我们用。我的乖乖。好了，爸妈，小年，既然明天问题就能解决，那今天我们就不跟这些快递单死磕了。小年，你继续负责客服，回复买家问题。爸妈，我们先把今天下午4点之前付款的订单用手写的方式处理完，打包好，等某汇通的快递员来收剩下的。等明天装好打印机，我们再一口气处理掉。次日一早，李霞带着设备准时到来。夏老板，李经理，哎呀，欢迎，还让您亲自跑一趟。夏老板，您太客气了，您现在可是我们某汇通的潜力大客户，这点服务必须得到位。李经理，我们还是先进去吧，机器要紧。夏老板，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让小张先把设备装起来。好，这边请，办公室在这边。夏建国在前面引路，一行人走进了那间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办公室。技术员小张话不多，拿出工具就开始干活。办公室里只剩下他导入设备发出的细微声响。夏小兄弟，这个网店应该是你主导开起来的吧？我爸妈他们对电脑不太懂。了不起，我见过很多做电商的，有大学生，有小老板，但像你这个年纪就有这种眼光和魄力的，你是第一个。运气好而已。运气能把快递成本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能跟我谈对赌协议的，这可不是运气2个字能解释的。夏冬，你不如老实告诉我，你背后是不是有高人指点？我就是那个高人。你这孩子还真是不谦虚。就在这时，技术员小张站了起来。老板，李经理都装好了，可以测试了。我来操作。夏冬走到电脑前，打开了某汇通快递提供的客户终端软件，选中了所有的订单，点击了批量打印按钮，一张张快递单像瀑布一样被打印出来。天哪，这也太快了！这才不到1分钟的功夫，地上已经堆了一小沓面单了。厉害，真是太厉害了！有这东西，发货速度能快好几倍，再也不怕订单多了。怎么样，小老板，服务还满意吧？非常满意，谢谢李经理。光嘴上谢谢可没用，以后你们的快递业务可得都包给我们某汇通。那是自然。临走前，李霞又单独把夏冬拉到一边。夏冬，这是我的私人手机号，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找我，24小时开机。好的，李经理。有了打印机的加持，整个工厂的发货效率得到了质的飞跃，工人们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但夏冬看着这热火朝天的景象，心中却升起一丝隐忧。胖橘盲盒的火爆超出预期。2008年版权意识淡薄，山寨文化盛行，用不了多久，盗版和仿冒品就会冒出来，低劣的产品和低廉的价格会把我辛辛苦苦打造的品牌冲击的七零八落，必须尽快为胖橘建立一道坚固的护城河。夏冬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悄悄掏出了内部华瑶 Mate 90 Pro， 点开了那个熟悉的 Air 助手。豆包，我在2008年设计了一款原创卡通 IP 胖橘，做成玩具网上销售，很受欢迎，担心被盗版，怎么保护知识产权？几秒钟后，豆包的回复浮现在屏幕上。2008年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在发展，建议多管齐下建立立体保护体系，核心是进行作品版权登记，获得作品
品登记证书，可作为维权的有力证据。详细说说。流程不复杂，需准备作品登记申请表、身份证明、作品样本胖橘清晰设计图稿、作品创作说明书，提交到所在省份版权局即可。官方费用几百元，日常还需保存设计草稿、首次公开发表证据、商业合作合同等原始材料。有没有不重视 IP 保护吃大亏的案例？我想引以为戒。2005年前后，某西猴形象走红后，原创者未及时版权和商标注册，市面上出现大量盗版，甚至有人抢先注册商标。原创者维权时陷入漫长诉讼，花费大量时间金钱，错过商业变现黄金时期，市场份额被盗版商瓜分。我明白了，谢谢你，豆包。夏冬关掉手机，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向还在研究打印机的父母。爸妈，你们过来一下，我有件要紧事跟你们说。两人对视一眼，跟着夏冬走到了仓库的角落。东子，啥事啊？这么郑重？妈，我们家这个胖橘，你们觉得能火多久？这还用说？你没看某宝上那些人的留言，一个个都说可爱的不行，想集齐一套呢。我跟你张叔算了，就现在这个势头，咱们厂这个月的利润可能比过去1年都多。是啊，小东，多亏了你的主意，我和你爸这几天觉都睡得香了。爸，如果2周后，最晚1个月，某宝上出现10几家店卖的胖橘跟我们一模一样，但是价格只有我们的一半，甚至1/3，你觉得会怎么样？夏建国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周云芳脸上的喜悦也瞬间褪去。不可能吧？那不是偷吗？犯法的！爸，你太小看人性的贪婪，也太高估现在的市场环境了。互联网上抄袭复制成本几乎为0，等他们把钱赚走，我们再告，他们可能都关店跑路了。那怎么办啊？钱被别人赚走可不行。东子，你是不是有办法了？有，我们必须立刻给胖橘这个形象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简单说就是去国家备案，证明胖橘是我们家独一无二的设计，以后谁敢抄，我们就拿着国家的证明去告他，一告一个准。那得花不少钱吧？是要花点钱，这种事我们自己去办，流程复杂，容易出错，耽误时间。我的想法是直接找一家专业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花钱让他们去办，速度快，成功率高。要多少钱？我还没问，但我估计各种费用加起来1-2万块钱应该是要的。2万？小东，你确定这笔钱花的值？爸，这不是值不值的问题，是救命钱。这2万是给胖橘买一副刀枪不入的铠甲，没有他，我们的厂子随时可能被人一脚踹死。好，我给你2万，放手去做，咱家的钱就是拿来干大事的。夏冬拿着父亲给的银行卡，立刻在某度搜索海州市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最终锁定规模大、成立久的某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他拿起手机，拨通了网站上的联系电话。您好，某智知识产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好，我姓夏，想咨询一下作品版权和外观专利的申请业务，想预约今天下午和你们的顾问面谈。好的，夏先生，请问您大概几点能到？3点左右。好的，我马上为您安排，到时候您到前台直接报您的姓氏就可以了。下午2点45分，夏冬站在一栋气派的写字楼下，前台将他领到一间玻璃隔断的会议室。夏先生是吧？你好，你好，我是这里的客户经理范统。范经理，您这名字很特别，很有个性，是吧？我也觉得。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部门新来的实习生唐思琪，对外经贸大学的高材生，今天第1天上班，跟着我出来见见客户，学习学习。夏先生您好。你好，坐吧。夏先生，咱们言归正传。电话里听您说是想咨询版权和专利的申请。对，我们家是开玩具厂的，最近设计了一款新的原创玩具形象，我担心会被人抄袭，所以想尽快把所有能申请的知识产权都申请下来。夏先生很有远见啊，现在国内有这种意识的企业家可不多，方便把您的设计稿给我们看一下吗？当然。夏冬打开文件袋，从里面拿出几张4纸，当那些胖橘憨态可掬的样子出现在桌面上时，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1秒。哇，这个也太可爱了吧！夏先生，这个就是你们设计的玩具？是的。在哪里能买到？某宝上有一家叫玩具大王的店，是我们自己开的，你要是喜欢，改天我送你一套。真的吗？谢谢夏先生。夏先生，这个设计的确非常棒，相关的申请材料您准备了吗？比如创作过程的说明、设计思路之类的。准备了一些。说着，又从文件袋里拿出了一叠更厚的文件。我自己在家查了点资料，随便写了点东西，也不知道对不对，合不合规矩，想请你们这些专业人士帮忙辅正一下。饭桶随意拿起第1页，扫了一眼后，眼神从随意变成专注，再到惊讶，最后是震撼。关于胖橘 Fight Orange 系列美术作品的创作理念、独创性声明及权利归属说明。夏先生，这份材料真是你自己写的？是啊，网上查资料拼凑的，见笑了。夏先生，您太谦虚了，这份材料专业度极高，一个字都不用改，能直接提交。那就好，我最关心时间问题。您放心，我们有加急绿色通道，我亲自盯这个案子，保证最快速度拿到证书。那就好，我们谈谈价格吧。夏先生，您都帮我们把最难的工作做完了，这样吧，代理费我们给您打个对折，收您1半，4000块。后续如果需要我们提供其他的法律服务，比如维权、诉讼之类的，我们再按市场价给您一个最优惠的折扣，您看怎么样？可以，范经理，合作愉快。我只有一个要求，您说。快，钱不是问题，时间是问题。我要在那些抄袭者反应过来之前拿到我的武器。您放心，夏先生，我亲自去盯这个案子。饭桶的办事效率远超夏冬预期。几天后，夏冬在企鹅上收到了唐思琪的消息。夏先生，您的胖橘美术作品版权登记申请，我们已经通过加急通道递交上去了，预计15个工作日内就能拿到证书。多谢，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这都是范经理盯着的。他说您的案子是特级件，谁的都能放，您的不能放。替我谢谢范经理，跟他说等事情办妥了，我请他吃饭。好的，我一定转告夏先生。我能
能问个问题吗？问吧。那个胖橘盲盒，我在某宝上搜到了，已经卖出上千个了，评价都特别好。然后呢？我也买了一个，真的好可爱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们真的不考虑做成毛绒玩具吗？我觉得做成抱枕肯定会卖疯的。会考虑的，谢谢你的建议。不客气不客气，我就是随便一说。夏先生您忙，我不打扰了。与此同时，夏家玩具厂早已不复当初的冷清，仓库空地改造成的打包区里，杜小年坐在电脑前，手指飞快敲击键盘，回复着源源不断的客服消息。周云芳和夏建国带着几个街坊邻居熟练的打包贴单，真是打印机嘎吱嘎吱的声响，成了这个夏天最动听的交响乐。建国，你慢点撕，别把单子给撕坏了。下午3点，困顿时段，林妙穿着黑色职业套裙，端着咖啡回到格子间，她正浏览着今天的热帖 ，MSN 的头像突然闪了起来。Linda， 在吗？在吗？给你安利个好东西，叔，某宝上有个叫胖橘盲盒的玩意儿，你快去搜，绝对是你的菜。幼稚，你先看看嘛，是胖胖的橘猫，超级无敌可爱，我买了3个，开出练瑜伽、踢足球的，办公室小姑娘都疯了，人手一个。胖橘和猫有关，还是橘猫，有点心动。林妙抵不住诱惑，打开某宝搜索胖橘盲盒，清爽简约的店铺首页，9个憨态各异的胖橘渲染图瞬间抓住她的眼球，踢足球、练瑜伽的造型直击萌点。她深吸一口气，移动鼠标，在购买数量上填下了一个5。她给康妮回了条消息，买了几个？5个，坐等开箱。要是开出隐藏款，记得请我吃饭。接下来2天，林妙每天数次查物流。周5下午，快递终于抵达。Linda， 有你的快递。林妙几乎是飞下楼的，她抱着箱子一路回到自己的座位，引来了周围同事好奇的目光。Linda， 买什么好东西了？不会是新包吧？保密。林妙撕开塑料袋，一只圆滚滚的正在做瑜伽的胖橘出现在她眼前。哇！林妙把它拿出来，放在手心，手感温润，分量十足。快开下一个，快开下一个！林妙接连拆开3个胖橘盲盒，分别是踢足球、打篮球和练瑜伽的款式。当她撕开第4个盒子，办公室响起惋惜声，又是练瑜伽的重复款。这个送你了。当然，谢谢 Linda 姐。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个小小的盒子上。林妙撕开了最后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顿时紧接着爆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尖叫。啊，是隐藏款！天哪 ，Linda， 你运气也太好了吧！我买了8个都没中，你5个就出了。快让我摸摸，沾沾欧气！我要把这份喜悦分享出去。当天晚上，林妙推掉应酬回家，用相机给4只常规款和隐藏款胖橘拍了大量高清特写，精心修图后登某社区宠物板块，发布了标题为“开箱测评，我愿称之为年度最萌，谁能拒绝一只努力运动的胖橘呢”的帖子。帖子图文并茂，末尾附上玩具大王专卖某宝链接，倒栽葱盲盒胖橘3个关键词，瞬间点燃了无数人的好奇心和购买欲，海量用户顺着链接涌入夏冬的网店。东子，你看咱们网站今天的访问量已经破5万5了，虽然某联盟的收入还是只有120几块，但这个增长势头绝对没问题。夏冬点了点头，神色平静。就在这时，桌上的那台电脑屏幕右下角突然弹出了一个企鹅的聊天窗口。老板，分了。怎么了？慢慢说。咨询，全是咨询，我的消息要炸了，好多人问是不是从某爷来的，还问买胖橘能不能开出隐藏款。夏冬迅速切换到某宝后台，实时访问人数1258人，且还在疯狂攀升，待发货订单数也在不断跳动。东子，你干了什么？你是不是找人刷流量了？这数据不对劲啊！夏冬没有回答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待发货订单那一栏。老板，我回复不过来了，他们下单太快了。大鹏，网站你先看着，我得回家一趟。夏建国夫妇呆呆地站在新电脑前，音箱里叮咚的提示音不断回荡，屏幕上的订单列表疯狂翻滚。建国，这电脑是不是坏了？这些都是订单，假的吧？是不是有人在恶作剧？哪有这么买东西的？会不会是骗子？下了单不给钱？话音刚落，后台已付款数字再次跳动，这说明只要发货，钱就会实实在在进入某付宝。厂房大门被哐当推开，夏冬冲了进来。爸妈，东东，你快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订单停不下来了。别慌，这是好事。爸，厂里现在能调动的人手有多少？算上我和你妈，还有张师傅他们几个能马上干活的，也就7、8个人，其他人还要忙胖橘生产。7、8个人面对上千订单，打包发货根本不可能完成，必须马上招人，人手不够，完全不够，我们必须马上招人，越多越好。对了，刘芬，我以前在纺织厂的老同事，他那双手快得像缝纫机，一个人能顶3个。他们厂子倒闭后，他一直闲在家里，肯定愿意来。快给他打电话。周云芳翻出手机拨通号码，说明情况后开出200块1天日结的工资。真的，只要你来，马上就结。哈，我马上到。你那儿要几个人？我那些老姐妹也都没事干，我能叫上他们一起吗？周云芳看了一眼夏冬，夏冬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都要，手脚麻利的，能叫来多少要多少。厂房里陷入了短暂的宁静。夏建国看着周云芳，眼神复杂。云芳，200一天是不是太高了？现在不是算钱的时候，我们现在缺的不是钱，是时间。每一个订单都是一个承诺，我们必须在承诺的时间内把货发出去。而且，虽然我们开的工资比市价高，不过你想想我们的胖橘的利润，这点钱我们还是付得起的。不到40分钟，刘芬带着4个纺织厂老姐妹，蹬着3轮摩托车赶到玩具厂。我呢，在哪儿？夏冬走了上来，
指着那台电脑和堆积如山的货物。刘姨，麻烦你们了，活就是把这些玩具按照订单上的数量打包好，贴上快递单。你们就这么干的？对，我们几个人刚弄了一会儿，太慢了。不对，全都不对，你们这样不行，一个人从头干到尾，太浪费时间了。每个人都在重复劳动，还容易出错。他转过身，对着身后带来的4个姐妹大手一挥，声音清脆而有力：“都别愣着了，干活！小张，你去那边专门负责核对订单和拣货。小李、小王，你们俩坐到这边来，一个负责包起泡沫，一个负责装箱封胶带。小赵，你专门负责贴快递单，我来负责把打好包的货按地区分好，码整齐。” 5个环节行云流水。之前夏冬他们半小时打包不到20个，现在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包裹完成。小东，你刘姨她太厉害了。刘芬一边飞快地码放着包裹，一边头也不抬地对夏建国喊道：“老谢，这胶带买的不对，太薄了，封不牢，箱子也得换硬一点的。”是，刘姐说的对，我明天一早就去办。夏冬走过去，给刘芬和几位阿姨递上矿泉水。刘姨辛苦了，今天咱们的目标就是把这2000多个订单全部发出去。2000个。他看了一眼堆积如山的货物，眼神里非但没有畏惧，反而燃烧起了一股熊熊的战意。放心吧，没问题，保证给你干完。晚上10点，最后一辆快递的货车闪着尾灯，缓缓驶离了工业区。刘芬和姐妹们拿着日结工资满意离开。夏建国夫妇、张伟明和夏冬瘫坐在办公室，泪却亢奋。周云芳核算完账目，声音发颤：“今天一共是2258单，卖出去2310个盲盒，销售额是90090块。”夏建国猛地站起身，走到妻子身边，拿起计算器，自己又重新按了一遍。工资。爸妈，别激动，这只是开始。刨去工人工资、快递费、机器损耗等所有成本，一个盲盒的纯利大概在25块左右。今天的纯利润大概是57000块。一天赚了57000。一天。爸，刘姨他们不能再按天算了。对，不能这么算。明天我就跟他们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上5险1金，工资就按，不比之前纺织厂最高的时候还要高。还有客服也得再招2个，小杜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了。这些事你们决定就好。爸妈，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估计还有的忙呢。第2天，夏冬从父亲那里要了1万5预算，采购3台电脑，2台放厂里，1台放自己房间。工厂危机解除，接下来可以全力推进我的第1桶金计划——奥运聚合网站。这时他的手机响起，是王鹏飞的电话。东子，你在哪儿呢？在家。怎么了？出大事了！天大的事，我们的网站流量破100万了。多少？108万。还有某联盟的预估收益5327块，这才1个星期啊！东子，1个星期我们就搞出个100万流量的网站，我们是不是要发财了？我们是不是要上电视了？淡定点，上电视还早，不过发点小财倒是真的。东子，这钱是真的吗？这平台不会是骗子吧？当然是真的。15号，平台就会把这笔钱打到我们申请的银行卡里，1分都不会少。东子，这钱我不能要。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能跟你平分。建网站是你，搞代码是你，所有的文章也都是你弄出来的，我就是个打杂的，每天负责复制粘贴，定时发布。这活儿随便找个网管，我最多拿个零头，327块，讨个吉利就行了。鹏飞，你记着，我们是合伙人，没有你，这些文章就算写得再好，也只是躺在硬盘里的一堆数据。是你把它们变成了网站上吸引用户的流量，是你通宵达旦的给他们分类、编辑，想那些骚包的标题。你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你就应该得到你应得的回报。你要是觉得你干的活儿少，拿钱心里不踏实，那以后就多干点。东子，谢谢。矫情，这5000多块只是开胃小菜。奥运会正式开幕，数字后面至少还得加个0。明天出来见个面，我请你吃饭。王鹏飞的鼻音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一轮的震惊。好，没问题，上刀山下火海。我王鹏飞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你兄弟。6月22日，高考查分日，夏建国夫妇一早守在电脑前，周云芳手心冒汗，念念有词：菩萨保佑，佛祖保佑，一定要过一本线，过一本线就行。爸妈，别紧张，该是啥样就是啥样，反正都考完了。你这孩子说的轻巧，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就是，赶紧的，别磨蹭，查分通道已经开了。夏冬稳稳输入准考证号和姓名，按下回车键。2008年的网络加载缓慢，每1秒都像一个世纪。终于，成绩页面跳转出来，个10、100、625。夏建国的目光死死锁在英语一栏的145分上。好小子，我的儿啊，妈就知道你可以的。妈，别哭了，这是好事啊。我这是高兴。夏建国激动的接连打了7、8个电话，向亲戚报喜，扬眉吐气。晚饭在市里最好的酒店吃，夏冬成了绝对主角。饭局散去，一家3口回到家，夏建国夫妇翻出厚厚的全国高校报考指南。儿子，快来看看，妈跟你爸商量过了，这个分数，江南大学或者清北应该是稳的。这2个学校都在咱们省内，或者就在隔壁沪市，离家近，我们照顾起来也方便。对，你妈说的对，沪市是大城市，机会多，而且金融业发达，你去学个金融或者管理，将来毕业了前途无量。再不济，回家继承家业，也比咱们这一代有文化、有见识。爸妈，学校和专业我已经想好了。哦，你想好报哪里了？京都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啥？京都什么大学？京都邮电大学。这个京都邮电大学是个什么学校？是985吗？不是985，是211。儿子，你没搞错吧？625分，放着江南这样的顶尖985不上，去报一个什么211，而且还是在京都，那么远，一年到头都回不来几次家。胡闹！我知道你最近搞那个某宝店，赚了点钱，对电脑有点兴趣，但兴趣是兴趣，一辈子的前途是前途。计算机不就是天天对着电脑敲代码吗？能有什么出息？年纪轻轻就
就把眼睛搞坏了。听爸的，报金融或者建筑，再不济学个机械也行，那才是铁饭碗。爸妈，你们先别激动，听我慢慢说。好，你说，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高见。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开某宝店？那不是为了把厂里积压的玩具卖出去吗？我们为什么能靠某宝店赚钱？是因为电脑和网络，这说明互联网时代马上就要来了。未来10年、20年，互联网会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掌握互联网技术的人，就是掌握未来。计算机专业是未来商业模式的基石，不是修电脑的民工。那为什么非要去京都？为什么是那个邮电大学？这个问题问得好，妈，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首都是哪里吗？京都啊，这谁不知道？那里会成为龙国互联网的绝对中心，最多的资本、最顶尖的人才、最好的创业机会都在那里。而京都邮电大学被称为龙国信息产业的黄埔军校，校友遍布知名互联网和通信公司，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人脉资源。爸，你做生意应该比我更懂圈子和人脉的重要性。良久，夏建国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他拿起桌上的那本厚厚的报考纸，翻到了京都院校那一页。就这个。夏建国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他在志愿栏的第一栏郑重地写下了京都邮电大学，又在专业栏里郑重选择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个寻常的午后，夏建国放下了报纸。夏冬啊，爸，怎么了？这个暑假时间长得很，去把驾照学了吧，以后上了大学，将来毕了业没个车，出门办事不方便。好啊，早点学，早点拿证。夏冬在某图驾校报完名，理论课教室里挤满了人。夏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无意间瞥见角落一个熟悉的身影。赵萌也认出了夏冬。下课铃响，赵萌主动走了过来。你好，又见面了，我叫赵萌，萌芽的萌，还记得我吗？夏冬，夏天的夏，冬天的冬。上次谢谢你啊，我后来仔细想了想，还是决定报计算机了。是吗？挺好的。几天后，理论考顺利通，夏冬和赵萌被分到同一个教练手下。教练刘建军是个年近50的黝黑大叔，嗓门气大，开场就立下规矩：我姓刘，你们叫我刘教练，在我手下学车，不准迟到，不准顶嘴，不准有自己的想法，骂你们是为了你们好，上了路不害人害己，受不了骂的现在就去换教练。爷，那个黄毛，你先上车。教练放心吧，我以前开过我爸的车，有基础。刘教练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下一秒就熄火。有基础？你那叫有基础？你那是踩着离合当油门，打方向盘跟搓澡似的，后视镜是给你出气的吗？让你看点，你看我脸干什么？我脸上有线吗？下车。黄毛灰头土脸的下来。接下来李丽上车被骂得眼圈发红，王大叔反应慢也没能逃过训斥。轮到赵萌时，他紧张的脚下失控，车子往前窜，刘建军的火力瞬间被点燃。你想干什么？起飞吗？我让你稳住，不是让你发射。你的脚是租来的吗？控制不住是不是？对不起，教练。对不起有用吗？上了马路你跟别人说对不起，人家能从车底下爬起来吗？倒车入库，右边的那个给我倒进去。赵萌手忙脚乱的操作，车子歪歪扭扭，最后离杆子只剩1厘米时被刘建军踩。赵萌默默下车站到树荫下。下一个，连那个不说话的。夏冬平静上车，熟练调整座椅、后视镜、系安全带，动作行云流水。起步，走直线。夏冬精准控制离合，车子平稳顺滑的向前驶去，没有丝毫抖动。可以啊，小子，练过没？就看过别人开。少贫嘴，前面倒车入库，左边那个。夏冬打了下转向灯，稳稳地将车开到起始位置，挂倒档，松离合，车子平稳地后退。看点，到线了就打死。话音刚落，夏冬已经干脆利落地将方向盘向左打满，朝着裤脚精准地切入。还行，侧方停车。接下来 S 弯半坡起步，夏冬开着那辆破旧的桑塔纳，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在场地上闲庭信步。当夏冬把车稳稳停回起点，拉上手刹，熄火，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别在意，他们每个人都一样，对事不对人。谢谢你怎么开得那么好？我爸以前是开大货车的，我从小就坐在他旁边看，耳濡目染。明天8点不准迟到。刘建军扔下最后一句话，开着自己的车扬长而去。众人拖着疲惫的步伐，准备各自回家。夏冬，那个倒车入库时，方向盘什么时候回？你觉得教练让你看的点是什么？是参照物。对，但不全是。每个人身高、措辞不同，看点有偏差。开车不能死板背口诀，要靠感觉。比如离合要找车身将动未动的临界点，倒车要对比车身和库线，感觉轨迹。别怕他骂，把他的声音当收音机噪音就行。我明天再试试。明天见。驾校学习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刘教练的目光在几个学员身上来回扫射。下一个，赵萌上车，今天练坡到定点停车和起步。刘教练言简意赅，用下巴指了指不远处那个用水泥砌成的斜坡。记住我昨天说的要领，看准杆，对准线，一步到位。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普桑车发出一声不情愿的嘶吼，慢吞吞地朝着斜坡爬去。第一次停车位置偏右了。你是瞎了还是怎么着？那根杆是给你当电线杆看的，上面有寻人启事啊。第二次停车距离超线了。我让你踩刹车，不是让你摸刹车。你跟他有感情啊，舍不得用力。第三次车停的还算标准。起步，拉手刹，挂一档，打左转向灯，慢抬离合，轻给油。赵萌在心里默念着口诀，每一个步骤都试图做到精准无误。车身开始轻微的抖动。给油啊！想什么呢？等他自己溜下去给你拜年吗？就是这一声，赵萌原本就紧绷的神经啪的一下断了。可在极度的慌乱之下，他遵循了一个最原始的本能踩油门，并且是狠狠的一脚踩到了底，整辆车朝着坡下疯狂地冲了过去。夏冬瞬间身体就做出了反应，他左手猛地向上一拉手刹，右手一把抓住了赵萌踩在油门上的右腿，将他的
腿从油门踏板上挪开，车身最终在距离黄毛不到半米的地方堪堪停下。下车，今天到此为止。刘教练推开车门，径直走向训练场边缘的办公室，脚步有些踉跄。夏冬绕到驾驶室旁边，敲了敲车窗，没事了，下来吧。谢谢你，刚才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谁都有第一次，紧张很正常。其他学员围了上来，弄清来龙去脉后，看向夏冬的眼神满是震惊与崇拜。我靠，夏冬，你也太牛了吧！刚才我都以为我要去见我太奶了，你那一下简直跟拍电影一样，太厉害了，反应好快。小伙子不简单，真是个英雄。之后几天，刘教练咆哮变少，赵萌成了夏冬的小跟班，频繁向他请教开车问题。夏冬，这个侧方停车，我总是找不准打方向盘的时机，你能再教我吗？夏冬也没有藏私，将自己前世当老司机总结出的一些感觉流技巧，倾囊相授。别死记硬背教练说的那些点位，车是有生命的，你要去感受它。比如倒车的时候，你要把后轮想象成你的脚后跟，感觉它快要踩到线了，就该动方向盘了。赵萌认真尝试，不再执着于死板点位后，车感越来越好。训练结束，夕阳拉长身影，赵萌站在原地犹豫不前。怎么了？还不走？夏冬，那天谢谢你。小事一桩，别放在心上。不是小事，如果不是你，我为了谢谢你上次救了我想请你吃个饭。好啊，我饭量很大，你可别后悔。不后悔，绝对不后悔。赵萌熟练点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麻婆豆腐。你吃也填好了吗？填好了，听了你的建议，报了计算机。上次驾校第一天遇到你就听你说了，不过我还不知道是哪所大学。京都邮电大学，分数应该差不多吧。对了，我还不知道你报了什么专业什么学校呢。这么巧，我也报了京都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你也报了北邮的计算机？是啊，世界就是这么小。天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还以为就我自己呢。现在有伴了。那我们开学以后要互相照应啊。必须的。天气闷热，夏冬家的老式空调嗡嗡作响。王鹏飞一脚踹开房门，满脸红光，额挂汗珠，兴奋地冲了进来。东子，快，看后台！嚷嚷什么？鬼子进村了？比鬼子进村刺激多了。王鹏飞抢过鼠标，点开奥运信息网站后台数据页面，一个巨大的数字赫然出现：8345721。这就是2008年互联网的草莽时代，奥运热潮带来的恐怖流量，抓住风口，猪都能飞上天。况且我还装未来科技的翅膀。王鹏飞兴奋一阵后，开始查看详细数据报表，笑容渐渐消失。东子，你看这个用户平均访问时长曲线，低迷的几乎贴底，跳出率89%，很多人点进来就走，根本留不住。咱们网站就是个漏勺，流量哗哗来哗哗走，留不住人就变不成钱，就是个空架子，看着热闹，其实虚得很。你说的对，那怎么办？短时间内怎么快速增加内容？夏冬起身走到卧室，锁上门，掏出手机，打开豆包。问题：4个独立网站矩阵，总流量800万，跳出率89%，平均停留30秒，用户粘性低，流量无法沉淀。目标构建长期平台，解决方案：建议将4个独立网站合并为统一的中心化门户网站。我缺少2008年实时新闻，一个人撑不起门户网站海量内容更新，需要弹药。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网络爬虫，可模拟浏览器抓取某浪体育、某湖奥运等公开网站的实时信息，聚合清洗后同步内容。在2008年的法律环境下，仅抓取公开的新闻标题、链接和公共数据，并注明来源，处于灰色地带，风险极低。注意，不要抓取对方的原创评论和付费内容。这不是弹药库，是直接把对方的军火库搬过来了。给我拍反 2.5 版本的轻量级爬虫代码，要求稳定，低资源占用，可定时执行，反屏蔽。再给一个2008年风格融合2025年 UX 理念的奥运门户网站首页模板，兼容 A16。1分钟后，豆包生成了精妙的爬虫代码。又过几分钟，生成了完整的模板代码。夏冬通过蓝牙将代码传到电脑，开始整合网站。夏冬通宵奋战，在凌晨5点敲下最后一个符号，将文件上传到服务器，清空缓存。他注册的主域名被命名为某看网，还让豆包生成了现代简洁的 logo 嵌入网站。仅一个奥运专题站，格局太小，我要做真正的现代门户网站，让人快速看到所有想知道的信息。夏冬按下刷新键，3秒后，页面完全展现，红色顶栏印着某看网 logo， 导航栏清晰，左侧是滚动的24小时要闻，中间是焦点图，右侧是热门论坛帖子和精彩图集，信息密度高且排版有致。夏冬满意的笑了，倒头睡了整整一天。第3天早上，夏冬被门铃吵醒，开门发现王鹏飞提着油条豆浆站在门口。东子，你这是掉茅坑里了？别废话，进来。怎么样，数据是不是崩了？我跟你说，改版是大忌，肯定掉流量。你自己看。王鹏飞凑到电脑前，看到整合后的网站主页，满脸震惊，疯狂点击各个栏目。这是我们的网站，这么多实时新闻都整合到一起了，你是不是重生了？笨蛋，我就是花了2天时间写了个自动抓取的小脚本。王鹏飞颤抖着手点开数据统计，看清数字后倒吸一口凉气。个10、100、1000、万、10万、100万，累计独立访客1120万，非但没降，就昨天一天就涨了300万。看下面，昨日平均停留时间5分38秒，跳出率40.5%。昨日某联盟预估收益12890.34元。东子，你掐我一下，我是不是在做梦？一天12000，一个月就是30多万，38万。王鹏飞掏出诺基亚计算器计算，手机啪嗒掉在地上。发了，东子，咱俩发了。就在这时，卧室门咔嗒一声被拧开了，周云芳探进头来。夏冬、王鹏飞，大清早的，你们俩在屋里鬼叫什么呢？地震了？阿姨，发了，
发了，夏冬发财了。发什么财？我看你是发神经，赶紧给我滚出来吃早饭，油条都凉了。房门关上，王鹏飞的亢奋被浇灭一半，捡起手机，看向慢悠悠喝豆浆的夏冬。东子，一天12000，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这还只是开始。我地老天爷，这还只是个开始。那以后咱们岂不是要？后台账户总共有17000多，取16000，按之前说的一人一半，你8000。王鹏飞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表情变得郑重严肃。东子，这不行。什么不行？我不能这么拿，我就帮你复制粘贴整理帖子，这点是不配分一半。网站都是你弄的，代码、服务器改版都是你熬通宵搞定的。鹏飞，我们是合伙人，技术是我，但内容方向感和用户嗅觉是你。没有你发现跳出率问题提醒我，网站现在还在赚电费。不过你说的对，以后收益我信你3，长期方案。但这第一笔是开门红，必须平分，事关彩头，你不要就是瞧不起我。这行，但是这第一笔钱是我们俩一起熬夜奋战的成果，是我们的开门红，必须按最早的规矩来平分，这是关彩头。你要是不要，就是瞧不起我，觉得我们这事业长久不了。行啊行啊，歪理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你有银行卡吗？有张我爸给我办的，存学费的。行，回头把卡号用短信发给我，我晚点把8000块钱转给你。行，那我先回去了，网站那边我再看看。王鹏飞逃也似的离开了。夏冬重新坐回电脑前，看着后台跳动的数据，眼神没有沉醉，反而穿透屏幕，望向了未来的互联网战场。门户时代即将落幕，社交浪潮就要来了。现在的我只是高级内容搬运工，用户缺乏核心连接，我要建超级城市，需要顶尖团队。但现在我只是光杆司令，钱扔进互联网不够看，人也不认识，空有屠龙之术，手中无寸铁。夏冬在房间踱步，窗外夜色渐浓，他脚步猛地一顿，脑海中闪过2008年的历史碎片。9月、10月，全球金融风暴最高潮，雷曼兄弟倒闭只是开始，无数巨头会裁员。夏冬脑海中闪过金融风暴的历史碎片，一个模糊的计划逐渐清晰。他切换思绪，坐在新电脑前，打开某宝网，搜索胖橘、橘猫摆件等关键词，结果只有自家在卖，无任何仿品。难道我高估了2008年同行的反应速度和执行力？不过没有仿品是好事，给了胖橘宝贵的生长窗口期。夏冬刚要切换到奥运网站后台，手边的手机响起，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喂，您好。您好，请问是夏冬先生吗？我是。夏先生您好，我是汇智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的唐思琪，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您委托我们代理申请的胖橘系列美术作品著作权，还有那几个外观设计专利，今天上午国家知识产权局那边已经全部核准通过了，纸质证书已经下发到了我们公司。太好了，真是辛苦你们了，效率真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范经理也说，您的材料准备的实在太专业了，我们这边几乎没费什么力气，所以流程走得特别快。证书现在在我手上，是我寄过去，还是您看什么时候方便，我送到您玩具厂里？这样吧，我直接去厂里好像也不太方便，要不我们约个中间点的地方见个面，我当面取一下文件，顺便请你喝杯东西，感谢一下你这段时间的跟进。好呀，当然没问题。那我们约在哪里呢？就在市中心那家某岛咖啡，怎么样？离你们公司应该不远，我过去也方便。好的，夏先生，那我们约下午3点可以吗？没问题，3点见。夏冬提前10分钟到达，选了靠窗卡座。不久，唐思琪就走来了，化着淡妆。夏先生，不好意思，我没迟到吧？没有，是我早到了。喝点什么？一杯卡布奇诺就好了，谢谢。等待咖啡的间隙，唐思琪从随身的包里取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双手递给了夏冬。夏先生，这就是胖橘所有的 IP 认证文件了，包括著作权登记证书和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您过目一下。夏冬接了过来，没有立刻打开，他将目光从文件袋上移开，将自己带来的那个礼品袋轻轻推了过去。唐小姐，这个送给你。夏先生，这是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这次的 IP 申请能这么顺利，多亏了你的帮忙和跟进，而且上次答应说要送你的，后面倒是一忙忘记了。这怎么好意思？这都是我的本职工作，而且您已经付过代理费了。工作是工作，感谢是感谢，两码事。打开看看喜不喜欢。唐思琪打开礼品袋，看到胖橘盲盒后眼睛发亮，发出小声惊呼：哇，是胖橘！我闺蜜前段时间买过一个，天天在我面前炫耀，没想到你送了我一整套。里面有9个普通款和1个隐藏款，算是全家福了。还有隐藏款？夏冬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算是默认了。对了，夏先生，看您的样子很年轻啊，是刚毕业吗？高中刚毕业，9月份就去京都上大学了。两人聊了几句，唐思琪接到工作电话离开，夏冬目送他的出租车消失，口袋里的手机再次震动。喂，哪位？您好，请问是玩具大王专卖某宝店的负责人吗？我是。您好，这里是某宝网商户运营部，鉴于贵店铺近期优异的销售表现和独特的品牌潜力，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3天后，也就是7月7日，在航城总部举办的某宝商城商家扶持计划大会。某宝商城，这是未来的地猫，万亿级帝国的入场券。按理说，某宝商城面向知名品牌，我们怎么会被邀请？不管了，这是绝佳机会。先生，您还在听吗？在听，请问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是？稍后我们会通过短信向您发送正式的电子邀请函，请问您确认可以出席吗？我确认，我会准时到。挂断电话，夏冬站在喧闹的街头，微微有些激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胖橘这个 IP 更进一步。夏冬加快了脚步，朝着家里走去。饭桌上3菜1汤，多吃点排骨。你这阵子又学这又搞网店的，都瘦了。谢谢妈。爸妈，跟你们说个事，我打算明天去一趟航城。去航城？去那儿干嘛？旅游吗？不是旅游，是出差。出差？说清楚，怎么回事？今天下午我接到
到了某宝总部的电话。夏冬不疾不徐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他们邀请我们的玩具大王专卖去杭城总部参加一个核心商家的会议。开会？什么会啊？不会是传销吧？现在新闻上天天播，好多大学生都被骗去搞传销了。应该不是，我听过某宝确实在杭城能被官方邀请，说明我们的店确实做出了名堂。那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杭城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你一个人在外面，我们怎么放心得下？要去也得你爸陪着去。我陪着去，厂里现在一天都离不开人，明天还有2000多个盲盒要发货，原材料也要我去谈，我怎么走得开？妈，我已经18岁了，是成年人了，下个月我就要去京都上大学了，比杭城更远，你总不能也跟着我去陪读吧？周云芳被噎了一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觉得我们现在生意这么好，每天闷声发大财就行了，没必要去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会议，耽误时间，对不对？夏建国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神默认了夏冬的说法。这只是表象，你想过吗？胖局为什么卖的火？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做盲盒的，没竞争对手。可隔壁王老板的厂子3天就能仿出一模一样的，到时候网上全是售局。胖狗卖9块9，咱们跟他们打价格战。夏建国的脸色一点点变得凝重起来。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把先发优势变成品牌优势，让所有人知道，只有玩具大王的胖局才是正品。这次去杭城就是拿官方认可的金字招牌。爸，咱们开店才1个多月，凭什么被邀请？因为某宝看好我们，去了就能跟平台搭关系，以后有推荐位、促销活动，咱都是第一个。这就像在学校里，你要主动跟老师搞好关系一样。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跟某宝这个大老师拜码头。饭桌上一片沉寂，只有挂钟滴答作响。良久，夏建国抬头，眼中布满血丝。要去几天？会议是3天后，7月7号，我明天出发。开完会，最多再待1天，考察一下市场就回来。钱够不够？够了，我还有点压岁钱，加上之前。那怎么行？给家里办事出差，哪有自己掏钱的道理？夏建国拿着一沓厚厚的红钞票出来，啪的拍在桌上。这里是5000块，你拿着。穷家富路，出门在外别抠抠搜搜的，住好一点的酒店，安全第一，吃饭也吃好点，别亏待自己身体。爸。这是路上买水的零花钱，到了杭城别争强好胜，凡事多留心眼，每天晚上必须打电话报平安，少打一个我立马买票去杭城。知道了，快吃饭吧，菜都凉了。第二天一大早，夏冬揣着老爹夏建国给的5000块巨款出发。售票大厅人山人海，夏冬排了1个半小时，终于到了窗口。到杭城，今天越快越好。K819硬座还有票，要不要？要。夏冬找到靠窗座位坐下，车厢里人声鼎沸。车厢门口突然传来骚动，一个穿格子衬衫、戴黑框眼镜的青年正焦急地跟列车员说话。同志，我钱包被偷了，上车的时候人太多，一挤就没了。什么时候发现的？就刚才，一摸口袋就空了。很快，一名乘警也闻讯赶来，他简单的询问了几个问题。钱包里有什么？2000多块钱，还有几张银行卡。身份证和车票呢？身份证在，车票也在。钱大概率找不回来了，小偷拿了钱就扔钱包，这车上没法查，你可以做个笔录，下一站去派出所立案，不过希望不大。乘警例行公事的做完笔录，收起本子，拍了拍青年的肩膀。行了，小伙子，就当破财消灾了，好在身份证没丢，不然更麻烦了。银行卡赶紧打电话挂失吧。说完便转身离开了。青年一脸失魂落魄的转过身，朝着夏冬所在的方向走来。夏冬的瞳孔在看到这张脸的瞬间猛地收缩了一下。王晨竟然是他，未来创立某团的商业大佬。2008年的他正处在是否创业的黑暗期。夏冬看着王晨沮丧的样子，心里飞快盘算。他清了清嗓子，主动搭话：哎，这年头小偷太猖獗了，确实防不胜防。是啊，你说要是跟鹰酱一样，人人都用信用卡，那就好了，谁还带那么多现金在身上？小偷就算偷了卡，没密码也抓瞎。信用卡没那么简单，信用卡的普及需要一整套成熟的信用体系和 POS 机终端，国内这个环境短期内很难，而且信用卡盗刷的问题在国外也很严重。信用体系是方便了，但也带来了新的风险。那倒也是，总归是治标不治本，只要还得用卡这种实体的东西，就还是有被偷、被复制的风险。是啊，本质上还是物理认证的逻辑。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以后支付不用现金和卡，用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的智能设备呢？手机。对，手机不是存钱的工具，是连接银行账户的钥匙。就算偷了手机，没有密码或者指纹授权，1分钱也拿不走。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硬件绑定加上生物识别，但这需要极其强大的后台数据处理能力，还有运营商和银行的深度配合。王晨开始滔滔不绝地分析这个模式的技术难点和商业壁垒。夏冬也不插话，就那么笑眯眯地听着。抱歉，一聊起这个就停不下来。我叫王晨。夏冬，好名字。听你刚才的见解，你也是做互联网的？算是吧，刚高考完，不过平时喜欢瞎琢磨这些。刚高考完，后生可畏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迷茫呢，钱包没了，去杭城见投资人，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王哥，你是不是遇到难处了？是，钱包被扒了，现金银行卡全没了，不办卡的回京都，现在吃饭坐车都不知道咋办。夏冬从包里掏出500块钱，递到王晨面前。王哥，这个你先拿着。第一，我信你；第二，跟你聊天我学到不少；第三，出门在外互相帮助。这怎么行？刚认识，我不能要。拿着吧，给我留个手机号，等你补好卡再打给我。我一高中生还能骗你不成？夏冬，谢谢，大恩不言谢。我手机号是。
两人互留手机号。夏冬随口说起自己去杭城参加某宝商城的商家大会。某宝商城，你是某宝商城的商家？对啊，家里开了个小玩具厂，最近在网上卖点小摆件，正好有个机会，我爸妈就派我出来见见世面。你那个摆件卖得好吗？还行吧，糊口饭吃。王晨不再追问，只是默默地把夏冬这个名字刻在了脑子里。火车广播响起，杭城站到了。两人随着人流下车，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王子，就在这儿分道扬镳吧，你先联系朋友补办证件。等我卡办好了，第一时间把钱还你。不急，保重。夏冬没住5星级酒店，选了家离塘湖近的快捷酒店。你好，开个单人间，住几天？先住1天，押金100，房费1天80，一共180。夏冬走进房间，15平米的空间，陈设简单，隔壁的声音断断续续到深夜。夏冬辗转反侧，天刚亮就被吵醒，他果断退房，直奔塘湖。夏冬租了条手划船，躺在船棚下晒太阳。小伙子，一个人啊？刚高考完？出来散散心。那感情好，考得怎么样？还行。夏冬逛到傍晚，夕阳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他拐进一条人少的小路，突然听到扑通一声闷响，一个女人掉进了湖里，正在水里扑腾。夏冬猛地扎进了水里，他奋力游到女人身边，女人却像抓住救命稻草，死死箍住他的脖子。别动，放松。夏冬憋着气，带着女人往水下沉。女人怕水，下意识松了手。夏冬趁机绕到她背后，勒住她的腋下，让她脸朝上。别怕，我带你上去。女人还在挣扎，但力气小了很多，开始剧烈的咳嗽。夏冬半拖半抱着，把女人弄上岸，两人都瘫在了草地上。你没事吧？谢谢你。没事。你怎么样？还能走吗？我以为我死定了，我不会游泳。你怎么掉下去的？我是江南卫视的，是实习记者。过2天城湖有烟火大会，我过来提前踩点，找个好机位，结果脚下一滑。傍晚的凉风吹过，苏婉晴打了个冷战。夏冬从背包里翻出一件干净 T 恤递过去，你先换上吧，湿衣服穿着容易感冒，也不太雅观。谢谢。夏冬背过身，听到身后悉悉索索的换衣声。好了。夏冬转过身，女人已经换上了她的 T 恤。我叫夏冬。我叫苏婉晴。夏冬，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举手之劳。你衣服我洗干净还你，还有你救了我的命，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吃饭就不用了。不行，必须请。苏婉晴掏出进水的手机，按了开机键没反应，沮丧地叹了口气。你手机号多少？我记下来，回头联系你。夏冬报出号码，苏婉晴在纸上写了下来。记住了，你住哪个酒店？我怎么找你还衣服？还没找好酒店呢，刚退了房。那你订了酒店一定要告诉我。行，保重。夏冬冲进浴室洗了个热水澡，躺进柔软的大床，疲惫感席卷而来，很快就睡着了。床头柜上，手机突然响了，屏幕显示一个陌生的杭城本地号码。喂，你好。喂，是夏冬吗？是我。真的是你，我是苏婉晴。是你啊，你到家了？早到了。那个夏冬，你找到住的地方了吗？找到了，已经住下了。那就好。你现在有空吗？我请你吃饭，我必须请你吃饭。快几点了？有空。太好了，你在哪个酒店？我马上过来。杭城国际大酒店。哇，好巧，我就住这附近。你等我，10分钟就到。夏冬在大堂的沙发上等了没多久，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酒店门口。夏冬，久等了。没有，刚下来。走吧，你想吃什么？这附近我熟，去吃我们这最受欢迎的特色菜怎么样？客随主便。两人找了个靠窗卡座，苏婉晴熟练地点了城湖醋鱼、虾仁等招牌菜。夏冬，我敬你一杯，救命之恩，以茶代酒。你太客气了，应该的。别提了，我是来踩点烟火大会机位的，那个护栏居然是松的，我一靠就翻下去了，掉下去那一刻，我脑子都空白了。城湖水不深，别害怕了。可我不会游泳啊，还好你出现了，你游泳真厉害，还特别冷静，我当时吓得手脚乱抓，差点把你一起拖下去了。没事就好。对了，夏冬，你多大了？你猜。你看起来不像学生，谈吐也成熟，我猜24、25，刚毕业工作1-2年。我说出来你可别吓到，我刚高考完，18岁。苏婉晴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大眼睛瞪得溜圆。你说什么？18岁，高中毕业生，一个人来杭城，还救了我。身份证上就是这个年纪，救人跟年龄没关系。我居然被一个比我小的弟弟救了。婉晴姐，你多大？我22，刚毕业，前段时间才来这里工作。对了，你刚高考完，跑杭城来干嘛？我家开玩具厂的，我在某宝上开了个网店，叫玩具大王专卖。这次是某宝邀请我来参加商家大会的。你家开厂，你开某宝店，某宝还邀请你开会，你真不是骗我的。我骗你干嘛？我爸妈本来也不同意我一个人来，我好说歹说才让他们放心的。夏冬，你真是个怪人。谢谢夸奖。我这是在夸你吗？行，我信你了。夏冬弟弟，姐姐再敬你一次。别叫弟弟了，听着怪。我叫你婉晴姐，你叫我夏冬就行。好嘞，以后在杭城，姐罩着你。好。这顿饭就在这种略带奇妙的氛围中结束了。夏冬提前来到某宝商城商家大会现场。先生您好，欢迎参加商家大会，请问您是哪家店铺的代表？你好，我叫夏冬，是玩具大王专卖的。迎宾小姐接过打印件，低头在手里的名单上核对着。您是玩具大王专卖店的夏先生？对。您好，夏先生，您的位置在前面，我马上带您过去，这边请。迎宾小姐侧过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夏冬稀里糊涂地跟着她往里走。迎宾小姐领着夏冬径直走向正对主席台的中央区域，最终在第2排正中间靠过道的位置停下。桌子上的3角西卡写着玩具大王专卖。没想到自己一个开店1个多月的新丁，居然能做到 VIP 中的 VIP 席位。夏先生，您请坐，
需要喝点什么吗？茶还是咖啡？水就行，谢谢。夏冬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刚调整好心态，旁边的椅子被拉开，一股浓郁的玫瑰麝香混合香水味飘了过来。坐下的是某格格服装的创始人曹律，压低声音打电话，语气很冲：库存必须给我盯紧了。什么？又断货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上午9点整，会场灯光暗下，激昂的开场音乐响起，女主持人走上台：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某宝商城的商家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2008某宝商城商家大会的现场。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阿巴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老师。全场掌声雷动，一束追光灯打在舞台中央，马老师走了出来，面带标志性微笑，没有拿稿子。早上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某宝的家人们来到杭城。很多人问我，你搞某宝是不是骗人的？他们说互联网是泡沫，中国人没有诚信，网上做不了生意。他们说我们阿巴活不过冬天。但是今天你们坐在这里，用你们的行动告诉所有人，他们错了。难怪上辈子能忽悠，不是能聚集起那么多顶级人才。全场掌声再次爆发，马老师继续演讲，语调激昂，极具感染力。我们为什么要搞某宝商城？因为我们要大力扶持那些真正想做好生意、有梦想的人。平台要给你们机会、流量、资源，让勤奋的、有创意的、敢想敢干的商家先富起来。很多人觉得在某宝一天卖几百块顶天呢，网上只能卖便宜货，事实是这样吗？大家看这家店，玩具大王专卖，开店不到1个月，只卖1款产品。大家猜猜，他昨天的日成交额是多少？台下议论纷纷，有人猜5000，有人猜1万。你们太保守了。他猛地一按遥控器 ，PPT 再次切换，一张陡峭到近乎垂直的销售增长曲线图占据了整个屏幕。98300元，这是昨天的日销售额。同志们、朋友们、家人们，将近10万。全场彻底炸了，质疑声、惊叹声此起彼伏。大家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某宝，这就是奇迹发生的地方。这家店没有背景，可能只是个小小的家庭作坊，但他们有好产品、好创意。我们要让这样的好商家浮出水面，被所有人看见。这家店可以，在座的各位为什么不可以？这句反问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每个人心上。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玩具大王，我们会有服装大王、化妆品大王、箱包大王。我们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商家成长起来，和我们平台一起，和某宝商城一起，去实现我们共同的那个梦想，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演讲结束，全场起立鼓掌，经久不息。夏冬机械的鼓掌，脑子里嗡嗡作响。感谢马老师的精彩分享，马老师高屋建瓴的战略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更具体的实操环节，有请我们的商城运营部总监为大家介绍某宝商城对商家的主要扶持计划。大家好，我是李鹏。马老师讲的是星辰大海，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如何造船和捕鱼。我们的扶持主要分为3块：第一，流量倾斜，优质商家会在首页、类目页获得推荐位。某宝商家大会进入实操分享环节，夏冬专注聆听平台扶持政策，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台上的李鹏也讲得口干舌燥。感谢李总监的干货分享，相信在座的各位掌柜都收获满满，想必大家也需要点时间消化一下这些内容。现在是茶歇时间，我们在会场的后方为大家准备了精致的茶歇和点心，请大家移步。众人纷纷起身，三两两地走向后方的茶歇区。夏冬也站了起来。就在他起身的瞬间，他看到会场侧门，马老师正朝他们这个方向走来。马老师径直走到了夏冬的面前。你好，马老师。你就是夏冬吧？是，马老师，我是夏冬。哈哈，好。我之前在后台看你们店铺的注册信息，我看到店主信息上写着出生年份90年，18岁。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以为哪个当爹的调皮拿了自己晚辈的身份证来注册，没想到真是后生可畏啊。马老师转向周围的商家们，提高了声调。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某宝商家的未来。某宝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平台，我们成立才5年，我们也很年轻。年轻就是希望，年轻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我希望某宝平台能有更多像夏冬这样的年轻商家加入进来，你们才是真正的主力军。不愧是马老师，这水平太高了。就这么几句话，既夸了我年轻有为，又顺带夸了他们某宝平台年轻有希望，最后还给在场的所有商家画了一个你们也能成为未来的大饼，滴水不漏，一气呵成。夏冬，我给你讲个故事。我有个女儿，今年8岁，小姑娘嘛，就喜欢些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前段时间她放学回家，神秘兮兮的从书包里掏出个小盒子，她说叫胖菊。她告诉我，他们班上的女同学现在都在玩这个，比谁抽到的款式更好看，还说是从一个叫玩具大王专卖店买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创意很好，谢谢马老师的肯定。但是呢，某宝这个地方你也知道，鱼龙混杂，一个东西火了，第2天保证能出来100个仿品，100个抄袭的。我就专门交代了我们的技术团队，一定要保护好，让技术部门用算法和人工筛选，把所有抄袭你们胖菊外观的商品全部进行屏蔽和流量限制。我们要给原创的小商家提供一片干净的土壤，要让有梦想的人在某宝上能活下去，还能活得很好。原来如此，怪不得之前一直在某宝上搜索，想看看有没有山寨品出现，结果却一无所获。搞了半天是背后有官方外挂在帮忙。马老师，太感谢您了，
其实我刚开始做胖橘盲盒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会被人抄袭模仿的问题，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委托了专业的代理公司，把胖橘所有款式的外观设计专利以及整个 IP 形象的著作权全部都申请下来了。要提防模仿者抄袭这件事，我倒是和马老师您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句话像一颗小小的炸弹，在周围人群的心里炸开了。英雄所见略同。当然，我们自己维权毕竟势单力薄，成本高。剑小曼，如果马老师您能在某宝网站最基础的商品上架审核环节，就帮我们这些原创的小微商家做好保驾护航，那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天大的福音。我们这些搞原创的心里就真的踏实了。某宝的口号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确不只是说说而已。马老师，我还有个不成熟的小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我觉得吧，我们设计的这个胖橘 IP 形象公仔，大家好像都还挺喜欢的，觉得很可爱。马老师，您看，要不如果不嫌弃的话，我们玩具大王帮某宝也设计一个类似的 IP 形象公仔。这个提议一出，全场皆静，连马老师身后的那几位阿巴高管都露出了惊愕的表情。我们可以把它设计的萌一点，亲切一点，代表着某宝网这种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形象。然后呢，我们可以让这个某宝的公仔和我们的胖橘做一个联名款的盲盒系列，就叫胖橘和他的朋友。这样一来，消费者在买我们玩具的时候就会知道，某宝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购物网站，它也是有形象、有温度、有情感的。好，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不是小想法，是大想法，是能改变很多事情的好想法。他转过身，对着身后的一位高管说道：“老陆，听到了吗？马上成立一个项目组，就叫某宝吉祥物计划，让这个小兄弟，不，让夏冬小友担任我们的项目总顾问。我们要和玩具大王深度合作，立刻马上。”说完，他又转回头，紧紧地握住了夏冬的手。夏冬小友，我们一见如故。大会结束后，今天晚上没什么安排的话，我做东，请你和几个其他的朋友吃晚饭。好的，马老师，我的荣幸。那先回座位，会议继续。马老师笑着抱拳，转身走回了自己的位置。主持人重新走上台，声音带着几分亢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某宝网的运营总监夏冬迎着那些复杂的目光往自己的座位走，身旁的某格格创始人曹律目光始终锁定在夏冬身上。茶歇过后，会议继续，曹律主动向夏冬搭话：“你好，你好，我叫曹律，某格格的创始人。夏冬，玩具大王专卖。台上的内容太枯燥，我们聊点有意思的。你的胖橘我很喜欢，有没有兴趣把 IP 授权给我们某格格？”来了，这才是我来大会的核心目的之一。IP 的价值在于渗透曝光，某格格的流量能让胖橘快速破圈，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但不能露怯，要掌握谈判主动权。授权，曹总是说把胖橘印在你们的衣服上卖？没错，某格格是某宝女装头部，月均访客超10万，这个曝光量对你的 IP 价值千金。300万。什么？300万买断胖橘 IP 为期1年的独家女装品类授权，只做女装，其他品类你随便卖。这300万是纯授权费，我们卖多卖少与你无关，你只需点头、签字、拿钱，怎么样？300万，08年的300万，这远超我的预期。曹律果然懂行，知道抢占先机的重要性。曹总很有诚意，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说，所有使用胖橘形象的服装设计稿必须由我方提供，或经过我方审核通过。我不能让胖橘的形象走样，这对 IP 是种伤害。我还以为什么条件？夏老板太专业了，保护 IP 形象，我们比你更上心。这个条件我答应。设计稿你来把关，成交。成交。合作愉快，留个联系方式，明天我让法务把合同框架发给你。我的号码是……曹律快速记下号码，两人相视一笑，一场300万的交易在台上运营总监的演讲声中悄然达成。下午5点半，会议结束，夏冬被阿巴工作人员拦下。请问是夏冬先生吗？马老师，请您稍等片刻。他说晚上和你有约，车就在外面等候。他跟着工作人员穿过喧闹的人群，一辆黑色的轿车安静地停在路边，车牌号很是普通，但司机沉稳的气质和车辆一尘不染的外观，都透着一股不寻常的味道。工作人员引夏冬进入包厢，包厢内红木圆桌旁坐着几位气场不凡的人物，主位正是马老师。看到夏冬进来，全场目光瞬间聚焦。来，夏冬快进来，等你半天了。马老师好，我给大家介绍下，这位就是夏冬，玩具大王专卖的店主，不到1个月日销10万，了不起。这位是风飘扬李总，男装销冠，这位是预谋仿陈总，美妆霸主。马老师夸张了，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但1个月10万日销，在这桌不算稀奇是吧？来了，下马威，李总这是觉得我资历不够，不配坐这桌。李总说的是跟各位前辈比，我这点成绩确实上不了台面，全靠一款产品侥幸吃到点市场红利。李总话不能这么说，夏冬的厉害不在销售额，而在创意。胖橘、盲盒这些点子，你们谁想到了？这才是平台最需要的创造力。创意固然重要，但生意终究是生意。一款产品爆火偶然性太大，能不能持续形成壁垒才关键。小弟弟，你那胖橘的版权专利都申请了吗？不然过2个月冒出100个瘦橘肥橘，你哭都来不及。多谢陈总提醒，胖橘的外观设计专利、美术作品著作权，在我上架第1天就已经委托代理公司提交申请了。不仅如此，我还注册了胖橘以及相关衍生词汇的全品类商标。他这番话说完，包厢里陷入了一瞬间的寂静，李总和陈总脸上的表情都凝固了。看，我就说夏冬不简单吧？你们啊，都把人家当小孩看，结果人家比你们谁都想得远。马老师，各位，我真头疼。风飘扬新款夹克备了20万件货，退货率高达30%，全是尺码问题。详情页尺码表做的比论文还细，没用，这一来一回的损耗，几百万就没了。你们说这问题怎么解？没办法，线上购物看不见摸不着，退货是硬伤。
服装是非标品，尺码问题是天生死结。夏冬，你脑子活，给出个主意，解决了李总这难题，我让他把那块肥力送给你。李总，我冒昧问一句，您店铺模特拍照时，详情页会标注身高体重和试穿尺码吗？就写了模特身高1.85米，穿 L 码，这都是行规。行规有时候就是用来打破的，问题不在尺码表，而在用户无法建立有效参照系。我的想法分3步走，第1步，改造详情页，找3个不同体型模特，标注详细身高、体重、胸围、腰围和试穿感受，让不同身材用户都能找到参照。继续说。第2步，引导用户评价，用优惠券等奖励用户，让他们评价时分享身高体重、购买尺码和试穿体验，把优质评价置顶。第3步，建立用户尺码数据库，用户输入身高体重，系统根据大数据推荐尺码，并显示87%相似身材用户购买此尺码，降低决策成本。李总激动地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夏冬身边。高，实在是高。夏冬兄弟，不，夏总，你今天这番话价值不止1块肥力，我服了，是真服了。李总客气了，我就是随口出个主意，手表您收回去。夏总，刚才是我小看你了，我自罚1杯赔罪，以后还请夏总多多指教。英雄不问出处，后生可畏，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学习，来一起敬夏冬一杯。敬夏总，敬夏冬兄弟。酒足饭饱后，夏冬拒绝了马老师派司机送的好意，独自溜达回酒店。刚回到房间，手机响起，是王晨打来的。喂，是夏冬吗？是我是王晨，火车上的那个。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吗？我证件银行卡都不好了，那个我钱拿到了，你那500块钱我得还给你。陈哥，你太客气了，500块钱的事不着急。不行，一码归一码，我必须还给你，而且你借我钱，我得谢谢你，我想请你吃个饭。陈哥，你太客气了，饭就。夏冬，上次说你是过来出差的，打算啥时候回去？打算明天下午的火车回家。那明天中午一起吃饭，火车站附近见。行，明天中午12点，火车站出站口见，就附近吃碗面就行。好，不见不散。夏冬背着双肩包站在报刊亭阴影下，12点整，王晨挤出人群走来，比火车上更憔悴。陈哥，夏冬，给陈哥太客气了，走吧，吃饭，附近有家外婆家。别，下午要赶火车，吃点清淡的，就前面那家拉面。行。两人走进面馆找角落坐下，王晨点了2大碗加牛肉的牛肉面，热汤上桌后，王晨吸溜着吃完，脸色恢复些许血色。那天在火车上听你对互联网挺有研究，感兴趣，瞎看看。我刚高考完，志愿报的京都邮电大学计算机。京邮好学校，我当年在清北。清北，陈哥深藏不露。清北毕业也得为5斗米折腰。不瞒你说，我现在手上同时跑2个项目，一团糟。陈哥是自己创业吧？听你那天提了一嘴，好像不太顺利。王晨压低声音，向夏冬透露了自己做游戏被抢用户，投资人跑去对手那投资了，现在资金都快烧完了。陈哥，开斗强的是摸鱼需求，但白领还有跳槽、拓展人脉、行业交流的需求，这些偷菜满足不了。如果放弃泛社交，此刻职场社交会不会是另一条路？实名制的最大价值就在职场吗？职场社交，对，实名制的价值，我之前怎么没想到？陈哥还有另一个项目，另一个叫饭否，做某课，学员将 Twitter 用140个字记录当下，汇聚成实时间流，这是全新的信息媒介，是革命。但投资人看不懂商业模式，问我用户为什么不用企业签名，发吃饭了睡觉了有什么价值？现在活跃的都是圈内人，用户量刚过100万，融资不顺。饭否的问题不是商业模式，也不是用户少，而是用户错了。你想做人人平等的广场，但投资人看不懂广场怎么赚钱，他们能看懂的是舞台。舞台，你缺的是明星大迷意见领袖。如果篮球明星发今天训练很累，作家发新书写完了，马老师发今天见了你，王晨，这些人在饭否发声，普通用户会不来围观吗？投资人还会看不懂媒体价值和广告价值吗？放弃平等广场，打造中心化的媒体平台，这才是这片土壤能跑通的模式。面馆里空气凝固，王晨死死盯着夏冬，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他琢磨几秒，忽然开口反驳：不对，你让我把2个平台都往高频次使用的方向去做，可如果有一天壮大起来的饭否也想做职场社交，或者海内网也想做媒体内容，他们的用户会买账吗？这不就又回到了原点，变成了2款产品特性和用户群的直接对抗。陈哥，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用户确实会不买账，但这并不重要。不重要？对，不重要，因为在未来的互联网世界里，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或者说是一条降维打击的法则：高频打低频。高频打低频。我问你，对于一个普通用户来说，是每天打开企鹅聊天的次数多，还是每年订机票的次数多？当然是聊天的次数多。这就对了，聊天是高频行为，订机票是低频行为。如果有一天企鹅做了一个插件可以订机票，你觉得那些专门做订票网站的会不会感到恐慌？王晨瞳孔猛地一缩，瞬间明白了夏冬的意思。他们会，因为企鹅掌握着数以亿计的用户，这些用户每天都会登录，企鹅只需要在软件上给出一个小小的入口，就能把这恐怖的流量引导到自己的订票业务上。而那些订票网站呢？他们能反过来做一个聊天软件去对抗企鹅吗？他们不能，因为用户没有在订票网站上聊天的习惯，这不符合用户心智。用户用完就走，网站对用户的控制力太弱了，所以掌握了高频应用的巨头可以轻而易举的向下兼容，进入任何一个他想进入的低频领域，就像是拿着航空母舰去打你的小渔船，而你这艘小渔船想逆袭航母几乎不可能。这就是高频打低频。原来是这样，所以陈哥，你现在明白了吗？你的意思是让我把饭否打造成高频的媒体内容平台，海内打造成相对高频的职场社区平台，等有了足够用户和流量，再顺理成章做电商、游戏、招聘这些低频业务。
完全正确，不愧是后来的互联网大佬王晨，这悟性，这举一反三的能力，确实是顶级的。可是频率的高低是相对的，看新闻对于订机票是高频，但对于聊天，它可能就是低频。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比媒体平台更高频的应用，再反过来用同样的方式把饭否给干掉？我感觉会有，但目前还没想清楚具体是什么。不说理论了，聊点实际的。饭否现在还能撑多久？不太乐观，服务器、带宽、人力，每天睁眼就是钱在燃烧。前后后见了不下20个投资人，大部分一听是微型博客就摇头，要么压价想用几十万拿3成股份，要么想派人指手画脚让我们开斗话，简直鸡同鸭讲。那你们现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我们团队内部商量过，希望投前估值能做到1500万，我们想用150万出让10%的股份。如果实在困难，1000万的投前估值我们也能接受，这是底线了，再低团队的心气就散了。那你对投资方有什么要求吗？都什么时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只要钱是干净的，能及时到账，别对我们团队的决策指手画脚，我就谢天谢地了。陈哥，如果我说这笔钱我可以投，你信吗？你说什么？我说我可以投资饭否。夏冬兄弟，这个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我没开玩笑，我家是开厂的，前几年行情好，攒了些家底，100多万不是小数目，我得回去跟爸妈商量。但我觉得饭否前景很好，有把握说服他们。如果你是认真的，你有什么条件？第一，饭否必须转型，不能再盯着互联网精英自嗨，要下沉，娱乐化、大众化，引入明星、段子手，让大家有瓜可吃，流量才能爆炸级增长。娱乐八卦的需求永远比探讨技术趋势的需求更高频。王晨眉头一皱，本能想反驳，他心中的饭否是纯粹简洁的信息交流平台，但夏冬没给他开口的机会。第二，停掉海内，所有人马全部压到饭否上来。什么？你刚才不是还给海内指了一条命路吗？做这场社交，为什么现在又要我停掉它？陈哥，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是以投资人身份说话，职场社交是持久战，你缺的是时间和钱，双线作战是大忌。饭否潜力更大，可能成为互联网基础设施，但你必须集中精力搭建强大的内容审核系统，这是为了生存。夏冬把生存2个字咬得很重，王晨心头一凛。你是担心在龙国做内容平台，有些线是碰都不能碰的，把最好的工程师都调过来做饭否的后台和审核机制，这是在救饭否的命。你容我回去和团队商量一下。理解，我也得回去跟爸妈汇报，等你好消息。两人握手告别。夏冬结账后踏上返程路，回到家里，周云芳一个劲地往夏冬碗里夹菜，嘴里念叨着：“快吹，妈给你做了最爱吃的红烧肉，杭城口味清淡，你肯定吃不惯。”妈，够了，我自己来。在杭城玩的怎么样？城湖去了没？去了，挺漂亮的。那个互联网大会呢？挺成功的，见到了马老师，我们店还被当成典型案例表扬了。这么厉害，有没有发奖金？没有奖金，但谈成了一笔生意。某个服装品牌想拿胖菊形象授权印在衣服上，把猫印在衣服上，创意不错，咱们胖菊挺受欢迎的。能给多少钱？300万。旁饭桌上瞬间安静，只剩挂钟滴答声。夏建国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周云芳表情凝固。有时间限制吗？合同签了，钱到账了。1年的女装品类授权费，合同签了，钱下周能到账。儿子，你没骗我们吧？妈，这是我骗你们干嘛？春吃鱼，补脑子。这钱你自己拿着，胖菊是你弄的，生意也是你谈的，理应归你。家里厂子效益不错，贷款已经全部还清了。真的全还清了？多亏了胖菊，这个月纯利润估计150万，下个月还会涨。是啊，厂里天天加班，我还招了刘芬阿姨他们来帮忙，工资给的很足。饭后，夏冬主动收拾碗筷，被母亲推出厨房。夏建国泡了一壶茶。爸妈，厂里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和你妈商量过，租下旁边废弃仓库，扩大厂区，引进2条新生产线，提高产能。再招一批熟练工，找顶尖设计师围绕胖菊设计盲盒卖，还想去市里最大的广告公司问问推广方案。另外，咱们家要搬家了，在市郊离厂子10分钟路程的地方买了套140多平的3居室。好，搬家。夏建国和周云芳一早去了厂里。夏冬被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夏冬，你还在睡？王鹏飞，你大清早的嚎什么丧？好丧，我这是给你报喜，你小子回来了没？刚回，昨天晚上到的。什么好事儿？见面说，电话里讲不清楚。夏冬刚洗漱完，王鹏飞就背着装满书的双肩包冲进来，后背湿透，满头是汗，渴死我了，快水！夏冬从冰箱里拿了瓶可乐丢给他，王鹏飞咕咚咕咚灌下去半瓶，长长的打了个嗝。你这包里装的什么？军火？比军火带劲！当当当当！他把背包往地上一放，拉开拉链，哗啦一下倒出来一堆书。这什么？你去成功学大会上货了？什么成功学？这都是正版书，花了小300。尤其是这本《互联网财富密码》，作者是 XX 商学院特聘教授。咱们的奥运网站彻底点醒我了，互联网就是金矿，我要投身互联网行业，先用知识武装自己。鹏飞，你这300块就当是交了智商税吧，这些不是鸡汤就是忽悠。我给你开个书单，黑客与画家、创新者的窘境引爆点，都是外国作者的，跟先进的学才有用。得嘞，差点忘了正事，快开电脑看后台。夏冬打开电脑登录后台，两人挤在显示器前。昨日访问 IP 387万，广告收入15842块3毛5。冬次我们发了。淡定，这才拿到哪儿？这还淡定，我爸妈加起来1个月才3000块，我们一天就15000，我得赶紧去买个麻袋，这钱要用麻袋装了。出息，鹏飞，你觉得咱们这个网站还能更赚钱吗？更赚？现在还不够赚吗？
不够，我们就像在黄金河里用手捞沙子，拿到的钱连流量价值的1%都不到。网站赚钱是因为卖广告的姿势不一样，他们会把人分类，不同人群卖给不同品牌卖高价，我们是不分青红皂白，按一个价卖给网站。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太 low 了？差不多。你说的分类太复杂，我负责拉新，你负责把我拉来的人挖干净变现。理是这个理，不过光靠奥运会热度总会过去的，我得想点新办法去拉更多的人。我现在就去买书，买你说的那些鹰将神作，我就不信了，我王鹏飞还想不出新的拉人的法子。夏冬靠在椅子上，长长的舒了口气。猎头太慢太贵，技术论坛挖人效率低，还能证明自己不是骗子，该去哪找技术大牛？有了 ，Kitap 2008年4月才上线，现在刚3个月，有很多后世知名开源项目，吸引了大批顶尖技术开发者。这里的人都是技术精英，但怎么吸引他们？不能挨个发私信，要用他们的语言代码，用优秀的代码当鱼饵。夏冬深吸一口气。再次在豆包的对话框里打字，构思一个领先当前时代1年到1年半的后端技术框架，要求高性能、轻量级、异步非阻塞，能完美解决 C10K 问题。未来几年要成为高并发领域主流解决方案之一。大概过了1分钟，屏幕上一行行文字开始浮现：生成 Tornado 框架的 V1.0 版本核心代码，完成度70%，在最关键的一步任务调度模块，只留下接口定义和详细注释，不给出具体实现。把坑挖好，把鱼饵挂上。我要钓的不是普通的鱼，是能自己造船的鲨鱼。夏冬向 AI 助手豆包下达指令，屏幕上代码飞速滚动，随后他打开浏览器，进入 GitHub， 撰写项目简介 README 文件，核心内容为 Tornado 是基于 Python 的异步非阻塞 Web 框架，采用单线程事件循环模型，可解决 C10K 问题。核心模块已完成，携程调度器需社区共同探讨。极客们不吃华丽辞藻那一套，想吸引真正的技术大牛，得用代码和思想说话。夏冬看了眼时间，下午4点，决定去办理忐特网商标注册，拿出印有饭桶名字的绘制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名片，随后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您好，绘制知识产权饭桶范经理，你好，我是夏冬。夏先生，你好，你好，怎么样？胖橘的销售还顺利吧？托您的福，还不错。今天打电话给您，是想再麻烦您一件事。您说。我想注册一个商标，网站用的。网站没问题，网站属于尼斯分类的第42类，提供计算机领域的服务。您想好名字了吗？想好了，叫忐特网。忐特，不错的名字，简单易记。具体需要保护哪些类别？我建议除了核心的42类，最好把涉及广告的35类和涉及通讯服务的38类一起注册了，做个防御性保护。就按您说的办，您把需要的文件清单发给我，我尽快准备好。好，我现在就让小唐整理一下，整理好以后，让他直接在企鹅上传给你，这样快一些。好，莫哥还没走，项目那个异步处理的瓶颈还没找到解决方案。现有的框架并发印上来效率就指数级下降，底层逻辑的限制，没办法，国外技术论坛也翻遍了。没什么新东西，那怎么办？总不能从头造轮子吧？项目周期。沉默没说话，转身走回工位。他打开刚上线3个月的 GitHub， 漫无目的的翻阅项目，大多是个人练习小工具或现有框架修补。这网站界面真简陋，全是洋文项目，能有什么灵感？他有些失望，正准备关掉页面，就在这时，一个项目标题突兀地闯入了他的视线。Tornado 一个基于 Python 的可扩展的非阻塞式的 Web 服务器框架，有点意思。给7号个上用中文写简介，要么是菜鸟，要么是无公开私有项目。沉默点进项目，发现上传时间是1小时前，作者 ID 为 Doncia， 仅有一个贡献者。他点开中文撰写的 README 文档，越看表情越严肃，原本靠在椅背上的身体逐渐坐直，上身微微前倾。用事件循环处理 IO， 把每一个请求视作非阻塞任务，这个想法太颠覆性了。如果能实现，行业都要变天。沉默立刻下载项目代码包，用编辑器打开，清晰的目录结构，统一的命名规范让他由衷赞叹。通过 IOOP 实力驱动整个事件循环，绝了！这代码写得太干净了，没有一丝冗余，像精密的齿轮咬合，这根本不是新手能做到的。不知不觉，窗外的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去，整个32楼只剩沉默和服务器风扇的嗡嗡声。他看完核心事件循环模块，又研究 HTTP 服务器实现，打开 WebPy 文件时动作突然停住。怎么是空的？只有几行接口结构注释，具体实现一行都没有。其他文件也有类似情况，完成度大概只有70%，太可惜了。沉默跳转回项目简介，发现简介中写着：我已经留下了一个初步的接口设计，但具体的实现方案，我们希望能与社区中最顶尖的头脑共同探讨完成。如果是我，会用正则表达式还是字典数实现路由模块？请求处理控制器怎么设计才能兼顾灵活和安全？沉默突然想到 GitHub 是开源平台，欢迎贡献代码。一个疯狂的念头滋生，他深吸一口气，双手飞快敲击键盘，进入忘我的状态，直到凌晨3点47分才为路由模块敲下最后一行代码。一个很有趣的想法，我帮你把路由模块补完了。摸蝉。清晨，阳光照在夏冬眼皮上，母亲周云芳的大嗓门从门外传来：东东，起床了，搬家公司的人马上就到了。妈，我来帮忙吧。不用，你的小身板别累着，粗活让你爸干。夏建国扛着一箱书，憨厚笑了笑。搬家公司师傅上门，忙碌1个小时后，夏冬提出要把老房子当工作室，自己住这儿方便学驾照。你一个人住这儿，吃饭怎么办？妈，我都18了，能照顾好自己，新家离这儿也不远，我随时能回去。行吧，你自己安排好，别累着。上午10点，搬家公司的卡车缓缓驶离了老旧的小区，夏冬跟着父母的车，第一次来到了他们的新家。周云芳兴奋地在各个房间穿梭，这厨房真大，以后我给你做好吃的。这个是你的房间，朝南的，阳光最好，主卧还有个独立的卫生间，真方便。这地方不错。在新家里，
里，夏冬只是帮着把一些大件家具归置好，就准备告辞了。爸妈，那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要去驾校。吃了午饭再走啊？不了，我回去随便吃点就行。夏冬回到空旷寂静的老房子，关上门隔绝外界喧嚣，走到房间开机。这时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收到一条银行短信，300万，命运终于真正握在自己手里了。还没等他从这串数字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手机铃声突兀的响起，来电显示是曹律。喂，你好。夏冬你好，我是曹律。曹总你好。钱收到了吧？收到了，刚刚收到的短信。那就好，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对了，夏先生，关于胖菊的形象使用，我们设计部已经出了几个初步的方案，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哦，曹总请说。我们的想法比较直接，主要是将胖菊的形象做成印花，印在我们下一季的 T 恤、连衣裙和帆布包上，同时在我们的某宝店铺首页会做一个专题页面进行重点宣传。听起来不错。只是不错，夏先生似乎有更好的想法。曹总，我能问个问题吗？某格格的品牌定位是什么？我们的定位是独立、自信、时尚的都市年轻女性。很好的定位。曹总有没有想过，让胖菊不仅仅是一个印花图案，我们可以赋予它人设和故事，推出胖菊的时尚日记系列，每款联名服装对应一种生活状态，还能设定它为某格格首席时尚体验馆。你具体说说。这样胖菊就有了灵魂，消费者买的不只是衣服，更是情感寄托，而且故事化联名能形成系列，增强用户粘性和期待感。我们还能把吊牌设计成胖菊故事书签，线上发起我与胖菊的故事征集活动，让用户参与互动。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久到夏冬甚至以为信号断了。喂，曹总。我在。夏先生，你真的只有18岁？如假包换。厉害，你刚才说的这些不是一个设计师能想出来的，你是一个天生的品牌策划人。我只是随便想想。不，这不是随便想想。夏先生，难怪你能这么年轻，就创造出胖菊这个形象。你给了我一个金矿，我代表某格格正式感谢你。客气了，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胖菊的 IP 形象越丰满，对某格格的品牌加成也越大，对我的收益也就越多，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我明白，你刚才说的所有点子，我们全部采纳。我会立刻让设计部和市场部推翻之前的方案，按照你的思路重新策划。另外，夏先生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担任品牌顾问？我给你开一份薪水。谢谢曹总的好意，不过我马上要去京都上大学了，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京都上大学也是，你这个年纪确实应该在学校里。没关系，这个提议随时有效。好的，谢谢曹总。那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约定，等第一批样品出来，我会寄给你，你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再进行大批量生产和销售。没问题。夏冬刚挂掉曹律的电话，手机又震动起来，来电是航程的陌生号码。喂，哪位？是夏冬，夏总吧？我是陆兆喜。原来是陆总，你好，你好。大会上人太多，没来得及好好聊聊，没想到您会亲自打电话过来。夏总太客气了，我不喜欢绕弯子，开门见山。马老师对你的胖菊和对互联网品牌的理解非常欣赏。上次会上马老师提过，想请你帮某宝构思一个 IP 形象，不知道你有没有初步想法？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某宝作为国内最大的 C2C 品牌 ，IP 形象必须慎之又重，它代表品牌精神，是连接用户和商家的情感纽带。初步想法已经有了，我让手下设计师按我的思路创作，很快能出稿。太好了，不知道大概需要多久？设计急不来，但我会盯着，给我3天时间，让他们拿出方向性方案，到时候发给您沟通修改。3天太快了，夏总的团队果然雷厉风行。行，就这么定了，我把企鹅号发到你手机上，到时候线上联系。好的，陆总。两人又客套了几句，便挂断了电话。夏冬拿出华瑶 Mate 90 Pro， 打开豆包，帮我生成某宝网在2009年发布的官方 IP 形象宝公仔。图片已生成，生成该形象的多角度视图，包括正面、侧面、背面、45度角3维渲染图。几秒后，豆包生成多张渲染图。生成该形象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概念图，包括快递盒、网页 loading 动画、启动页、用户默认头像、线下人偶服、实体糖胶玩偶。半分钟后，豆包又生成了多张概念图。基于方案 A 设计一个备选方案，保留核心的蚂蚁和科技感元素，风格更铁板圆润，弱化棱角，增强萌感。给新方案起名，新方案命名为某宝宝，是否开始生成？开始生成。3分钟后，某宝宝形象生成，头身比例更夸张，眼睛更大更灵动，色调更柔和。夏冬让豆包生成了多角度视图和应用场景图，分别存入方案 A 宝公仔和方案 B 某宝宝文件夹。2天前，火车上的王晨反复琢磨着夏冬说的高频打低频。再到公司的第2天清晨，王晨顶着黑眼圈出现在公司，召集所有负责人开会。今天召集大家是要宣布2个重大的决定。第一，关于饭否，我们的业务方向需要进行重大战略调整。陈哥，怎么调整？我们不是一直都做得好好的吗？坚持极客精神，做国内最纯粹的某博客，这是我们最初的梦想啊！梦想固然可贵，但活下去更重要。从今天起，饭否不再只服务于小圈子，不再固守所谓的极客精神。决定互联网产品生死的关键是频率，高频打低频是真理。娱乐八卦、明星动态这些高频需求，才能让用户每天都想打开 APP。陈哥，你这话简直是醍醐灌顶啊！第二，即日起暂停海内网所有开发工作，双线作战是兵家大忌。我们要把所有兵力和资源集中到饭否上，孤注一掷拿下这个山头，还要成立独立的内容审核团队，7乘24小时人工审核。陈哥，工程量太大，我们人手不够。把原海内网的开发人员全部并入饭否项目组，成立功能开发部、内容审核部和数据分析部。好，陈哥，我们都听你的。散会后，王晨独自回到办公室，激昂褪去，只剩焦虑。他在等夏冬的投资。夏冬真的会投资吗？会不会只是随口一说，再不来钱
钱，下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要不要打电话问问？不行，太沉不住气了。王晨等了2天，就在他几乎要忍不住拨打夏冬电话时，手机震动了，屏幕上是夏冬的名字。喂，陈哥，是我，夏老弟。王晨屏住呼吸，紧紧握着电话，等待夏冬开口。陈哥，上次在面馆跟你聊的那个事，你后来有再琢磨吗？想了，夏老弟，你上次那番话真是点醒梦中人。我已经开过会了，团队上下统一了思想，饭否必须转型，从原来那个小众的极客圈子，往更大众化、娱乐化的方向走，让所有人都能用，都爱用，没事就想上来刷一刷，这才是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路。而且为了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我已经决定暂停海内网那边的所有开发工作，团队的人手全部抽调过来，全力支持饭否。陈哥，你这魄力让我有点佩服了。小兄弟，你就别捧我了，再这么捧下去，我这颗老心脏可有点受不了。哪里，陈哥，你这执行力，国内的创业哲理没几个比得上的，方向想明白了，立刻就动手，一点不含糊，这才是做大事的样子。陈哥，我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王晨的呼吸瞬间停滞，家里人愿意支持我，我这边可以投150万，不过我想要的股份是15%，估值1000万，融资150万，这是我上次在面馆亲口说的底牌。当时只觉得他谈吐不凡，没防备，难道那轻松的氛围是他可以设计的陷阱？这年轻人太可怕了，但他没趁火打劫压价，也算厚道。没问题，就按这个方案来，150万，说让15%的股份，我同意。好，陈哥爽快，你把公司对公账户卡号发我手机上。现在？对，现在。不过银行应该下班了，大额转账得走柜台，我明天一早就把钱打过去。等等，夏老弟，我们不签合同吧？比如股权转让协议之类的。合同啊，不着急，我相信陈哥你的人品，也嫌麻烦。等我9月份到京都上学了，咱们再补手续。你们现在等米下锅，钱早点到账，团队也能早点安心。行了，陈哥，我这边还有点事，挂了啊。电话传来忙音，王晨僵在原地，办公室里只剩他剧烈的心跳声。夏冬下楼找了家沙县小吃，点了份鸭腿饭，在奥运筹备节目的背景音中吃得津津有味。饭后回到老房子工作室，打开电脑。现在的生活虽然比996程序员累，要思考人性、市场和风口，但像开全图挂、玩战略游戏很有意思。夏冬深吸一口气，打开浏览器，输入 GitHub 网址，右上角红色通知标记显示数字3。鱼儿上钩了，24小时内就有3位技术大神看完我上传的 Tornado 框架代码，还提交了合并请求。夏冬点开了第一条合并请求，请求的提交者 ID 叫做 Emotion。夏冬仔细地阅读着对方提交的代码，对方的修改不多，但每一处都堪称精妙。2008年顶尖技术人才稀缺，靠招聘网站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大神，开源钓鱼的方式太对了。他又点开了第2条、第3条，每一份代码的质量都极高，充满了作者的奇思妙想和深厚的功底，这让他非常满意。夏冬拿起手机，打开豆包应用，快速敲击屏幕，生成以下几个开源项目的初始版本代码：第1 Redis， 第2 WordPress， 第3 GraphApp。手机屏幕代码飞速滚动，瞬间完成生成。夏冬将代码拷贝到电脑，删除部分核心代码作为钩子，生成论文简介后登录 GitHub 依次发布。所以3个月了，我们的个性化推荐系统还是卡在老地方。我们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算法，无论是协同过滤还是基于内容的推荐，都无法在现有的架构上做到低延迟和高精准度的平衡，数据量太大了，每次的全量计算都像是一场灾难。我3个月前就说过，现有架构太臃肿陈旧，像给大象绑火箭，不现实。问题核心在实时性，用户的每一次点击、搜索都该立刻有反馈，不是半小时后才回应。我们需要的不是处理过去数据的庞大系统，而是能对现在及时反应的轻盈聪明模型。你们再试试从增量学习方向思考，找突破口。散会吧。几个技术负责人如蒙大赦，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办公室。陆琪休息几分钟后，打开笔记本电脑，输入 GitHub 网址。他闲暇时会逛这里找灵感。昨天刚关注了一个龙文项目 Tornado 的作者，刚登录，右上角就弹出通知，关注的账号几分钟前上传了3个新项目。那个写出 Tornado 的天才又有新作品了。陆琪点进通知，3个新项目整齐排列。他先点开第一个 Redis， 看到熟悉的龙文简介，逐字阅读，阅读眼睛睁得越大，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体前倾几乎贴到屏幕上。天才，绝对是天才般的构想，可惜代码只完成80%，数据持久化和集群化模块还是空架子。陆琪盯着 WordPress 项目简介，点下了下载按钮，压缩包快速下载完成。他解压后用编辑器打开，规整的目录结构让他倒吸一口凉气。这代码结构太清晰了，光这组织结构就能让团队少走1个月弯路。代码工整的像五言律诗，不像人类写的，更像高阶 AI 生成的。作者是龙国人，注释却全是地道洋文，简介却是龙文，太奇怪了。陆琪逐行研读，看到在线学习、特征哈希的精妙设计，却在2个核心模块发现只有函数定义，无具体实现。又来这一套，关键地方戛然而止，太折磨人了。不等了，我自己补全代码。作者已经把最难的逻辑构建做完了，剩下的只是工程实现。虽然有挑战，但难度大大降低。让我看看你到底构建了一个怎样伟大的世界。陆琪深吸一口气，双手落于键盘，清脆的敲击声在办公室回响。要一起去喝一杯吗？不了。好吧，别太晚了，我先走了。最后只剩下陆琪一个人。不知过了多久，他写下最后一个分号，随后他将完整代码提交到自己仓库，点击创建合并请求。太畅快了，这就像2个顶级剑客隔空合击。明天一早就召集团队开会，把项目介绍给他们，赶在对手前上线到雅虎搜索引擎。第2天清晨，夏冬被刘教练的夺命连环 call 催醒，洗漱后赶往驾校。还以为你小子又要把我割了，哪能啊！教练的话我一个字都不敢忘。算你识相，别废话了，上车跑2圈，让我看看你这几天有没有手生。夏冬上车后动作行云流水，倒车入库，侧方停车精准
准无比。行了行了，停这儿吧。教练，我这技术，明天考试稳不稳？刘建军从鼻子里重重的哼了一声，算是默认了。教练，准考证给我吧，我下午还有点急事，也先撤了。刘建军正郁闷着，闻言没好气的从储物格里甩出一个牛皮纸袋，就知道你小子坐不住，诺，拿好，明天早上8点考场大门口集合，要是敢迟到，你就死定了。放心吧，肯定准时到。离开驾校，夏冬直奔市中心的银行，他径直走到大堂经理面前。您好，我想办一笔对公转账。好的，先生，请问您要转多少金额？150万。好的，先生，金额比较大，方便的话，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我需要先核实一下您账户的情况。没问题。夏冬坦然地递过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大堂经理接过卡，转身走向内部的一个查询终端，背影走得不疾不徐。他将卡在机器上轻轻一刷，输入查询指令，看到账户余额300万后，他心生警惕。夏先生是吧？您的账户没问题，不过这么大额的对公转账手续比较繁琐，需要我们主管授权。您先到等候区稍坐片刻，我去就来。行。他只是安静地坐着，观察着银行大堂里的人生百态，脑子里默默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大堂经理快步走进了一间无人的办公室，关上门，用内部电话拨通了一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帽子叔叔吗？我是某商银行中山路支行。20分钟后，2名警察走进银行，在大堂经理指引下走向夏冬。你好，我们是城东派出所的，请问你是夏冬吗？我是。请出示身份证。夏冬把身份证递了过去，警察核对了一下信息，然后问道：你刚才是不是准备转一笔150万的款项？是的。转给谁？做什么用？我投资了一个朋友的公司。投资什么公司？做什么的？你见过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吗？签过投资协议吗？警察同志，这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应该是我个人的自由吧。我们家是开玩具厂的，几百万的流水很正常。我这个朋友在京都创业，搞互联网的，我觉得项目不错，就投点钱给他玩玩。你说你投机他，那有股权转让协议之类的文件吗？还没来得及签，回头补上。没签合同就打150万过去，小伙子，你心也太大了点吧？我信他的人品。同志，跟我们到旁边办公室详细说一下情况吧。接下来的1个小时，2名帽子叔叔轮番上阵，从猜猜我是谁讲到冒充公检法，从网络刷单讲到投资返利，案例详实，声情并茂。小伙子，我们说的这些你都听明白了吗？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让你先打钱的99%都是骗子。明白了，谢谢帽子叔叔的教诲。你把你那个朋友的姓名、公司名称和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帮你核实一下。夏冬报出了王晨的名字和饭否网的公司信息，一名帽子叔叔当场用手机查询工商信息，另一名则走到外面去打电话核实。没过多久，2名帽子叔叔就回来了。我们核实过了，你说的这家公司确实存在，法人代表也叫王晨，目前没有接到过相关的诈骗报案。虽然目前看对方公司是正规的，但我们还是提醒你，大额转账一定要谨慎，最好是签订正式的合同，保障自己的权益。好的，我知道了，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没事，这是我们的职责，银行这边做的也对，很有责任心，值得表扬。应该的，应该的。帽子叔叔离开后，夏冬在大堂经理的热情服务下办完转账，随后找了家小馆子吃饭。拨通了王晨的电话。喂，夏冬兄弟，陈哥，是我，钱我给你转过去了，150万，你让财务查一下。电话那头沉默10几秒，王晨核实后，声音带着颤抖。收到了，夏冬，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咱们是兄弟，说这些见外了，合同不用急，等我去京都，咱们当面签。好，我等你。挂完电话，夏冬吃完面回到临时工作室，登录企鹅，给陆兆喜发送了某宝 IP 设计方案压缩包。与此同时，陆兆喜正头疼 IP 形象设计的事，看到夏冬发来的消息，笑着点开接收。陆兆喜解压后，点开第1张预览图，瞬间愣住，随后又点开第2张，呼吸变得急促。陆兆喜看到设计图上的水印，随即失笑，立刻给夏冬发消息：小夏同学，设计稿收到了，非常出色，马老师一定会非常喜欢。关于设计费用，我会尽快和马老师沟通，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陆总，静候佳音。夏冬伸了个懒腰，正准备去看看 GitHub 上有没有新的惊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谁啊？我，夏冬，开门，10万火急。夏冬打开门，王鹏飞顶着鸡窝头，黑眼圈，衣衫邋遢的冲进来，直奔冰箱拿可乐猛灌。你这是掉哪个煤矿里了？还是被外星人抓去做实验了？活过来了，东子，我这2天悟了。悟了？你这是要剃度出家，去哪个寺庙当扫地僧？去你的！我这2天没干别的，就把你之前推荐的那几本书翻来覆去的看，特别是那本《引爆点》，我跟你说，看得我头皮发麻，醍醐灌顶。哦，说来听听，你都灌了些什么顶？引爆点里说，流行要靠个别人物、附着力、环境威力3大法则，奥运会就是最大的环境威力。咱们网站的内容是附着力，但我们缺个别人物、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我们缺这样的人，去把我们的网站像病毒一样传播出去。继续说，光靠我们2个人绝对不行，服务器维护、内容审核、谈广告都要人，一个好汉3个帮，我们得成立公司，稀释股份。怎么稀释？我们当初说好你7我3，我只要5%，剩下的25%分出去，融资做股权激励池，吸引顶尖人才。你知道你让出去的25%，未来可能价值连城吗？知道，但做不大。这25%就是废纸，100块的蛋糕，25%是25块，1万块的蛋糕，5%就是500块，我算得清。而且你的股份1分不能动，创始人必须有绝对控股权，不然容易跑偏。乔布斯就是例子，我信你，只要蛋糕做大，我心甘情愿。最重要的一点，你夏冬是我王鹏飞的兄弟，我信你，我知道你以后发达了，肯定不会亏待我。行，嘿嘿，我就知道你懂我，那咱们赶紧招人，我去论坛发招聘帖。
太慢了，真正的大牛不会看论坛招聘帖。我闲的时间去航城，托互联网圈的前辈帮忙留意技术大牛了，这2天应该有消息。东子你可以啊，那技术我不管，我负责把盘子做大。等我这边的人到位了，如果还缺人手，你再上论坛去招一些基础岗位的，负责执行就行。行，听你的。东子，我这2天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咱们快看网的流量虽然在涨，但速度还是不够快，不够爆炸。奥运会就这么1个月，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哦，你有什么想法？有，咱们网站最有话题度的是神预测栏目，咱们主动出击，唱双簧引流量。怎么唱？找2拨人，一波去某牙某铺发帖子，吹咱们网站预测邪门，勾起好奇心；另一波换马甲骂，吵得越凶越好，路人好奇就会点进来，流量就来了。点子不错，但要隐蔽 ，IP 地址处理好，吵架脚本提前设计，一旦揭穿，对网站声誉是毁灭性打击。我明白，我亲自办，保证滴水不漏。你还打算天天泡网吧发帖？网吧人多眼杂，不安全。是啊，我自己家里那台破电脑，还是我老爸几年前为了炒股买的，开个网页都卡半天，还不如网吧的快。夏冬皱了皱眉，在电脑上登录了网银，操作了几下，王鹏飞的手机收到8000元到账提示。东子，你这是干嘛？网站最近广告收入还行，公司应该出钱给你把办公设备弄好，去买台笔记本电脑，好一点的，配置高的，以后就在这老房子里办公，方便也安全，将来上了大学也能用，赶紧去买，买回来还得干活呢。东子，你就是我亲哥，自行车借我用用，我现在就去电脑城。去吧去吧。话音未落，王鹏飞已经像一阵风似的冲出了门。夏冬打开 GitHub， 看到自己之前放出的4个技术项目，已有13个 ID 提交了代码合并请求。上钩了，这些人都是宝藏。夏冬写下一封慷慨激昂的邀请信，发给了这13个 ID， 邀请他们加入团队。陆兆喜拿着笔记本电脑，敲开了马老师的办公室门。进来，老陆，找我什么事？马老师，关于夏冬给某宝设计 IP 形象的事，他把设计稿发过来了。陆兆喜打开电脑，将屏幕转向马老师，上面是某宝设计图。马老师没有说话，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陆兆喜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你看这个笑容，简单到3岁小孩都能画，能被模仿才能传播，体态全是圆弧，让人觉得亲近安全。我们做的是陌生人交易，这个形象不是吉祥物，是信任的符号。马老师，您看右下角有玩具大王设计作品的水印，这小子有点意思，这是在跟我们暗示我们还没付钱呢。老陆，这种水平的设计，要是我们去找外面那些顶级的4A 公司，要花多少钱？从创意到最终定稿，流程走下来不会低于50万，如果算上后期的延展应用设计，100万是个很正常的市场价。那就给他100万买下这个 IP 的全部版权。另外，他在商家大会提的胖菊和陶公仔联名方案，让他出详细可操作的策划案，方案另外给钱。我明白了，马老师，我马上去办。夏冬，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陆兆喜回到办公室，立刻给夏冬打电话。夏冬看到来电，按下接听。陆总，小夏，是我，你发来的那个公仔的设计方案，马老师非常满意。马老师说，这个形象简单亲和，那个笑容很有感染力，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要让每一个商家都能笑出来。他觉得这个圆滚滚的形象能成为某宝未来信任的符号。多谢马老师和陆总的认可。所以马老师拍板了，我们愿意出100万买下这个 IP 形象的全部版权。小夏，你对这个价格还满意吧？满意，当然满意，这是我的荣幸。另外，小夏还有一件事，陆总请讲。关于你在商家大会上提到的 IP 联名的方案，马老师非常感兴趣。马老师觉得可以让我们的公仔和你那个胖菊搞一次联名活动，试一试水。不知道小夏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可以出一个详细的策划案给我们。没问题，陆总，关于联名的方案，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构想，不过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策划案，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打磨细节。我希望能把它做得尽善尽美。不着急，不着急，好东西值得等。我们对你的创意有信心，你先忙你的，方案的事慢慢来。我们这边先把设计费的合同准备好，法务弄完就发到你的邮箱，你看一下，没问题，我们就可以安排付款了。好的，麻烦陆总了。陆琪早早来到办公室，没有处理邮件，而是直接登录 GitHub 查看夏冬的账号动态。很快看到了夏冬发来的站内信，一封工作邀请函。陆琪看完邀请函，内心掀起滔天巨浪。邀请函里谈技术，谈愿景，句句击中他的心声。打造算法驱动的新闻推荐平台，实现信息找人，这正是我想做却屡屡受挫的事。这个快看网或许是更好的选择。陆琪犹豫片刻，很快下定决心给夏冬回复邮件，附上自己的中文简历，期望薪资填写100万年薪。100万对初创公司不算少，也不算多，就算不靠谱，我还有后路，而且我也想回到祖国。夏冬发出的13封邀请函陆续有了回复。京都某大厂工位上，陈默看到邮件，激动不已。卧槽，偶像竟然邀请我了！此时夏冬来到驾校考试中心，等待科目2考试，身后传来清脆的女声：夏冬，这么巧？是啊，好巧。你紧张吗？我字典里就没这2个字。吹牛！真的，一会儿你看我操作就知道了。人车合一，行云流水。驾校喇叭响起，喊夏冬到2号车准备。看好了。夏冬坐进考试车，动作熟练，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起步等项目。
做得行云流水。安全员忍不住侧目，也释放电子提示音：恭喜你，考试通过，成绩100分。小伙子，以前开过车没？天赋异禀啊！夏冬回到树荫下，赵萌立刻迎了上来，眼睛里闪烁着崇拜的光芒。天哪，夏冬，你太厉害了，满分！都说了，基本操作物料。下一个就是我了，我好紧张。别紧张，记住我跟你说的要点，尤其是离合，一定要稳住，就当是平时练习，没问题的。半小时后，赵萌也顺利的通过了考试，两人并肩走出驾校。为了庆祝我们都通过考试，我请你喝奶茶吧。下次吧，今天还有点急事。好，那明天驾校见，我们一起学科3。夏冬回到工作室，立刻打开电脑查看邮箱，收件箱显示有8封回复。他快速浏览，当看到最后一个发件人时，彻底僵住。不会是那个陆琪吧？夏冬喃喃自语。为了证实，点开了邮件的正文，打开了简历附件，看到了那张异常年轻的照片。真的是陆琪，那个在世界互联网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华人传奇。夏冬强迫自己冷静，点开陆琪的邮件，仔细阅读。对你的开源项目非常感兴趣，认同你的技术愿景，希望能参与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好一个伟大的事业。夏冬又点开沉默的邮件，看到里面附带的 Tornado 优化建议，嘴角上扬。沉默果然是大神，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还给出了优化方向，靠谱。夏冬逐一浏览完8封邮件，最终挑选出6人，组建核心技术团队。随后新建邮件发给这6人。各位，很高兴通知大家，你们已成为快看网核心成员。公司9月将在京都注册，目前线上协作推进工作，本月底按期望薪资支付工资。近期核心任务是重构快看网架构，加入这个企鹅群对接 XXXXXX， 期待合作。夏冬。邮件发送成功，夏冬靠在椅背上，长舒一口气，核心技术团队成型，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注册公司需要京都人脉，我一个江南人，两眼一抹黑。对了，唐思琪，他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在京都待了3年，或许能帮上忙。夏冬拿出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到了唐思琪的号码，拨通了电话。夏冬，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上次在咖啡馆，不是你说以后到了京都，要是有什么麻烦，可以找你这个地头蛇帮忙吗？当然算数了，说吧，遇到什么麻烦了？是不是要去京都旅游，找不到地方玩了？比旅游要麻烦一点，我打算在京都注册一家互联网公司，但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从哪下手，想问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门路？注册公司还是互联网公司？你才高中毕业啊？怎么很麻烦吗？不麻烦，我认识一个学姐叫唐瑞，她自己开了家公司，业务范围里就有工商代办，她非常厉害，路子很广，找她肯定没问题。是吗？那真是太巧了。那你看是方便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还是我来安排？这样，我先跟学姐打个招呼，然后我建一个企鹅群，把你们俩都拉进来，有什么具体的需求和材料，你们在群里直接对接，效率最高。这个主意好，那就麻烦你了。不麻烦，不过我得先提醒你，注册公司最后一步法人签字是必须你本人到场的，你得到京都来一趟才行。这个没问题，正好我9月份就去京邮报道了。好的，我这会还有点事，等我办完事马上就联系我学姐。好，等你消息。夏冬挂断电话，查看手机银行短信，余额显示150万，他皱起眉头，陷入沉思。150万看着多，但6名技术大牛的工资每个月都是一笔巨款，还有服务器费用、公司注册费用，这点钱撑不了多久。快看网必须尽快盈利，而且这6个人都是猛虎，必须制定规则，确立我的绝对权威，不然容易内耗，甚至被架空。他点开了那个熟悉的图标，手指在虚拟键盘上飞快的敲击。我有一个初创互联网公司，团队有我6名顶尖技术专家，1名运营，需要一套适配2008年国情、适合初创团队的组织架构和管理规章。核心是确立我的绝对权威，实现高效协同，还有一套快看网的技术架构方案，模块化拆分，给6名专家分配合适的模块，适合2008年技术背景，能承载大规模并发，还要为个性化推荐打基础。豆包几乎瞬间回复，给出了详细的文档。夏冬仔细查看，眼神越来越亮。完美，技术委员会 OKR 精简版 SOA 架构雏形，还有模块分工，正好契合我的需求，这下就能镇住那群大牛了。夏冬将这份文档保存下来，命名为公司001号文件，又让豆包生成快看网技术白皮书。吴泽明收到夏冬的邀请函，他沉寂的热情被点燃。此刻，他拿着早已写好的辞职信，走向马老师的办公室。泽明，来坐，给你看个好东西，我们某宝的吉祥物某公仔怎么样？很不错，马老师。对了，找我有什么事？马老师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这是一个准备认真倾听的姿态。马老师，我来辞职。为什么？是我给你的待遇不够，还是团队里有人让你受了委屈，或者是有别的巨头给你开了更高的价码？都不是，马老师，只是个人职业上的一些其他考虑。马老师靠回了椅背，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泽明，咱们从湖畔花园一路打拼过来，也算是并肩作战这么多年的兄弟了。你今天递上这封信，我可以批，但我不想不明不白的让你走。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告诉我，这对我对整个阿巴的技术团队都非常重要。马老师，钱给够了，我也没受委屈，只是我看到了一个更让我心动的未来，有一个网站叫快看网，您可能没听过，刚刚起步，他们想做一个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新闻推荐系统，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人工智能。他们一定在技术上有过人之处吧？何止是过人之处，马老师简直是领先了一个时代。他们在 GitHub 上开源了4个项目，任何一个都足以改变现有的 Web 技术格局。我相信能做出这种项目的人，他说的话就一定不是空话。辞职信不需要，这里永远是你的家，你想出去看看，我支持你。什么时候累了、艰难，或者觉得外面的世界不过如此，随时欢迎你回来。谢谢您，马老师。说完，他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办公室。马老师拿起桌上的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帮我查一个叫快看网的网站。